我刚穿到83年就成了个没身份的黑户，分分钟要被当成敌特抓起来。可我反手一个报警，不仅让全派出所为我鞍前马后，还成了他们嘴里的爱国华侨。可他们却不知道，我那个被抢的包比他们一辈子的工资都贵。同志们，请问一下，派出所怎么走？我刚回国就被抢了。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聚焦在我身上，对着我的破洞牛仔裤指指点点。咋回事啊，小伙子，你咋被揍得这么惨，裤子都漏腚了？同志，你应该不是我们本地人吧？要不我带你去，就在前面。我是从国外来的，半路被人抢了包，我的身份证明都在包里，现在全部都没了。苟富贵的眼睛更亮了，一脸正气。什么？我们南纪居然还有这种败类，真是太不要脸了！苟富贵热情地在前面带路，一群想凑热闹的人在后面跟着。宋明言一听这里是南纪，瞬间明白自己为什么总觉得这里有些眼熟了。这不就是小的时候因为心脏病被家里人丢弃，又被宋奶奶家收养的地方吗？这时候的宋奶奶应该才60多。想到小时候宋奶奶给他讲的故事，他心中瞬间有了计划。我以前一直住在国外，这是第一次回来。我爷爷去世前一直跟我说，咱们南纪人一直是最热情的。我以前还不相信，没有想到我才刚来就感受到大家的关心，真是太谢谢大家了。一路聊下来，系统提示声望值增长了10点。宿主，声望系统已达抽奖最低限额，宿主是否要抽奖？那就抽奖吧。恭喜宿主获得1000美元。宋明言心情大好，这声望值比他想象的还要有价值，兜里有钱，腰杆子瞬间硬了。派出所内，一群人拥着宋明言蜂拥而入。公安同志，人家千辛万苦从国外回来寻亲，没想到居然遇到几个王八蛋把小伙子抢了，这群败类真是给咱们南纪抹黑。苟富贵从旁边搬了一把凳子，用衣服擦了凳子之后，才请宋明言过去。宋先生，快过来这里坐，别累坏了。看热闹的人都被赶了出去，宋明言忙走到门口。大家都先别走，等我跟公安同志说完，请大家去吃饭。姓名：宋明言。具体说说情况，被抢的包里都有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就是一个公文包和证件，那个包也就几千块，主要是我的证件也在里面。当说出几千块时，陈所长表情一顿，猛地抬头看我，满脸的不可思议。几千块？宋先生，你确定吗？包不重要，钱财身外之物。我这次回国是替我爷爷来寻亲的，我姑奶奶叫宋珍，就住在这南纪县。陈所长没有身份证明，我这亲可怎么寻啊？原来是回来寻亲的爱国华侨，宋先生，你放心，你的身份问题，我们立刻给你出具临时证明。抢劫的案子，我们也会成立专案组，一定。陈所长，我知道找人不容易，这样吧，只要你们能帮我找到姑奶奶，我个人愿意向咱们派出所捐赠10辆摩托车。办公室里瞬间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陈所长嘴巴微微张开，眼睛瞪得像铜铃，旁边2个公安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哎呀，宋先生，你这真是太客气了。你放心，别说一个名字，就算掘地3尺，我们也要把您姑奶奶给找出来。宿主，可是你现在哪里有摩托车？我有声望值啊，况且我又没说捐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车，要是国外的摩托车，花1-2个月的时间运输不是很正常的吗？这1-2个月我还能赚不到价值10辆摩托车的声望值。宋明言被陈所长热情地送出门口，随后一伙人乌泱泱地涌进国营饭店。大家想吃什么就点，千万别客气。宋明言起身来到窗口，一群人又乌泱泱地围在他身后。不吃的别在这围着，别把你们穷酸气掺到饭菜里。啪的一声，宋明言从裤子里掏出一张100元美刀拍在柜台。够了吗？服务员看着眼前的外户，下巴差点掉到地上。你想吃点啥？我这就去让老板亲自上菜。红烧肉、带鱼、回锅肉、辣子鸡、鱼头豆腐汤、烧茄子、肉末豆腐，都给我一样来4份，再来13碗米饭，30个白面馒头，就先这样吧，不够我再来加。他把菜单上售卖的肉菜都点了一个遍，东西太少，他都还没发挥过瘾。宋先生，不用了，不用点这么多。小伙子不能这么花钱啊！你一个人从国外回来，身上的钱都得用到实处。再说咱们哪吃得了这么多东西？我初来乍到，街上那么多人，只有你们热心的帮我，大家找地方坐下吧，不够吃了再要。宋先生，我们这的国营饭店吃饭是要给粮票和肉票的，不过得有美元，这可以拿去换外汇券。宋明言又从兜里掏出一张100元美钞，直接拍在苟富贵面前，他吓得一个哆嗦，差点没站稳。去，帮我换成外汇券，自己留5块当跑腿费。宋先生，您放心，我马上回来。苟富贵像领了圣旨一样冲了出去。满桌的肉菜端上来时，刚才还劝省钱的大爷大妈们眼睛都直了，筷子舞得比谁都快。吃完饭，宋明言才想起来至今还没有落脚。这时苟富贵又钻了出来，嘿嘿笑着。宋先生，您要是没地方住的话，可以去国营宾馆，本来说是要招待外宾的，但咱这破地方哪有外宾来，住在那里的都是出差的干部，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人住。行，那我就住国营宾馆，你们要是带了钱就去那里找我。说罢，苟富贵就带着宋明言去了国营宾馆。宋明言拿了公安给开的证明递给了前台，对方看了看面前的外汇，又看了看宋明言，笑容更加真诚了。宋先生，这是您的钥匙，我带您上去。宋明言转身走了一半，又转过头来，正好看到苟富贵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你明天再来找我。好嘞，宋先生好好休息。简单看了一眼室内后，宋明言坐在沙发上开始盘算自己的声望值。
今天一天收获了51点声望值，是时候看看我的真正底牌了。系统抽奖，恭喜宿主抽奖获得5000美元！恭喜宿主抽奖获得北欧名家纯手工定制机械手表！恭喜宿主获得1辆桑塔纳！宋明言脸色兴奋，5000美元和手表直接从空间里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汽车怎么出现？系统已安排汽车从南阳出发，预计10天后到达省城，会有人开到南纪。宋明言十分满意，要不然突然出现一辆车子，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现在钱和身份都有了，宋奶奶，我来报恩。重生回80年代，我成了整个县城最有钱的华侨。上午请一条街的路人下馆子，不但把所有菜都点了一遍，还给野猫野狗开了一桌。下午又买光商店所有衣服，甚至给乞丐还来了身中华丽丽。所有人都以为我在挥霍炫富，可他们不知道我绑定了声望系统，对我感激的人越多，声望值越高，抽到的美刀就越多。今天一天收获了51点声望值，系统抽奖。恭喜宿主抽奖获得5000美元，劳士利手表1块，桑塔纳1辆。第二天一早，苟富贵就来到了国营宾馆。宋先生，走吧。二人吃完早饭的第一站就是友谊商店。80年初，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拉投资，整个国家都大量缺外汇。宋明言指着试衣镜里的自己，又指了指旁边挂着的一排西装，对身后已经惊呆的服务员勾了勾手指。这些还有我刚才试过的所有衣服，全都给我包起来。先生，这得有10几套了，您确定都要？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叠美刀，拍在柜台上，目光扫过周围惊呆的众人。怎么怕我付不起钱？付得起，我马上给您包起来。老板您歇着，这种粗活我来。看着苟富贵和几个服务员手忙脚乱，身上挂满了购物袋，宋明言清了清嗓子：谁帮我跑一趟腿，把这些东西送到国营宾馆，我给他5块钱跑腿费。看热闹的人顿时激动，连忙举手往前挤。我来。别这样，我先来的。这一下午的购物又让他涨了不少声望值。等攒到100再抽一把大的，奖励和10个声望值的肯定不是一个量级。在整个南纪县公安的全力追查下，抢劫宋明言的抢劫犯很快就被抓到，直接给一窝端了。陈所长担心夜长梦多，人一抓到立刻就派人来通知宋明言。公安同志，我真没说谎，我没抢他东西，不信你们问他。没抢人家的东西，那你怎么一下就认出了人？我那不是没抢到吗？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满嘴胡言乱语，不好好审审，看来你是不会坦白的。训斥一番对方后，把宋明言请到外面说话。实在不好意思，宋先生，人我们已经抓回来了，但东西没找到。他们的窝点我们都翻了个遍，怎么问他都不肯说，其他的都认了，就是咬定没有抢你的东西。我估计东西已经被处理了，找回来的可能性很低。陈所长，你们的效率已经很高了，既然东西找不回来就算了，至于证件问题，等我回头有空自己再处理吧。陈所长偷偷松了一口气。也不知道那个狗东西怎么就咬定自己没抢过，难不成知道宋明言是华侨判的重，故意咬着不松？陈所长转身，瞬间换上一副歉意又恭敬的笑脸。宋先生，您看这人是抓到了，这摩托车……陈所长辛苦了，摩托车还在路上。我来是想问问，我拜托你们找人的事。陈所长猛地一拍大腿，哎呦，您瞧我这记性，正要跟您说呢，找到了，有确切消息了。宋明言心神一颤，有些激动。姑奶奶找到了吗？在哪里？找到了，就在咱们南纪县。虽然我们上门确认身份的同志还没回来，但8-9不离十。这边民警一路问路，到了梁德海家门口，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跟邻居唠嗑。请问这里是梁德海家里吗？同志，你们找德海干啥？德海那么老实本分的人，不会犯错吧？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梁德海同志没犯错，我是来帮一位华侨寻亲的，是好事儿。梁德海是我儿子，我家没什么华侨亲戚。公安同志，你是不是找错了？请问您是不是宋真宋老太太？真是珍贵的珍，您还记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去了国外的哥哥？宋奶奶浑身一震，久远的记忆翻涌而出，强装镇定道：我兄长，你们有他消息了？是，您老人家别太激动，我们县里来了一位华侨，说是您兄长的孙子，前2天托了我们找人，这不我就找到了您。那孩子在哪里？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见见他。老人家，我们还得回去跟宋先生确认一下，如果身份属实，他会来找您的。梁光霞今天去塑料厂打听了半天，吃了一肚子的气，正准备回来帮忙做饭。奶奶，大白天的，您躲在房间里干啥？回头全家人都到了再说。你今天出去打听的怎么样了？奶奶，我今天去厂里问过了，没问出什么。我的成绩奶奶你是知道的，我觉得我的名额估计是被人顶替了。他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说。有啥事儿就说，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奶奶，我感觉我们家可能得罪周厂长了。晚饭时间，家里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梁德海也掐着时间回来。吃完饭正想起身，都别走，我有件事儿要跟你们说。今天公安同志找上门来了。老太太带着怀念和欣喜，把宋明言回国寻亲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大家伙一脸高兴。哇，真的假的？这都几10年了，还能找回来？哎呦，那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老太太笑得嘴都合不拢。
奶奶，咱们南蓟县最近应该就来了一个华侨，你说的那人不会是我之前回家说的那个人吧？阳光侠觉得可惜，国营商店的饭没蹭到，5块钱的跑腿费也没赚到，没想到是自家人。县里来了一个华侨的事儿，大家都或多或少听到过一耳朵。真的假的？我听说那华侨还去友谊商店一口气买了好几套西服皮鞋，还买了好多电器啥的，这么有钱，能是奶奶的亲戚？老太太用筷子敲了梁光全的头，瞪着他：“你这鳖孙，我老人家就不能有钱的亲戚了？”梁光全捂了捂脑袋：“奶奶，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惊讶。”大家欢欢喜喜的在谈论这个突如其来的亲戚，只有梁德海心不在焉。德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是有什么事，别自己憋在心里，说出来，大家帮忙一起想办法。老太太一挎着脸，她心里就忍不住抖了一下。没这真没啥事。老太太眼睛蒙蒙，左右巡视着趁手的家伙。梁光侠犹犹豫豫道：“奶奶，我可能知道是什么事。我爸被厂里提前退休了，包括我的名额估计也是被厂里找人顶替了，都是周厂长干的。我今天去厂里找人问的时候，有人偷偷提醒我了。估计是易书姐那事，周厂长儿子不是一直喜欢易书姐吗？易书姐瞧不上他，还跟我哥马上就要领证了，他就让他爸给咱家穿小鞋。”宋奶奶神色一愣，似乎没想到会是这个原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还想自己瞒着？梁光全一脸愤怒：“他周涛凭什么这么霸道？不行，咱家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欺负了。”说着他就想往外走，被梁德海呵斥住：“你给我站住！”华侨第一次去探亲却什么都没拿，反而让派出所长调动所有警力当保镖，还租了2辆卡车当座驾，甚至每辆车上都拉了上百人。一路走过，从街头到街尾，所有商店都被扫荡一空，而且付的都是美刀。看着节节攀升的声望值，宋明言迫不及待地打开系统。系统开始抽奖，抽奖开始，恭喜宿主获得现金20万美刀，一栋占地2亩的南洋别墅，已配备专业管家。由于宿主抽到不动产，已自动拥有南洋身份，而且已为宿主注册的海外银行账户，现金可选择存入账户或提取。存入账户。宋明言还想着等再多赚点钱再搞定在 M 国身份的事，想不到抽到不动产还有这种隐藏福利。要是下回抽到了 M 国的不动产，那身份问题就完全不用再担心了。10辆摩托车已采购完毕，撒往华国旗省南蓟县，预计半个月后到达。宋明言带着苟富贵一路采买，车上已经装满手表、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音机、10箱水果罐头、50个大西瓜、老年奶粉、5头猪、20斤腊肠。吃了东西，司机带着他们一脚油门开到了宋奶奶家门口。宋奶奶一早就让家里人都请了假，还让家人把房间里里外外通通打扫干净，高价购买了各种饼干糕点。听到汽车声，宋奶奶噌的一下从凳子上站起来，梁光侠在后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都没跟得上。奶奶，你慢点。宋明言手里抱着1箱奶粉，苟富贵儿和司机面前也抱着3个大箱子，正好跟迎面跑来的宋奶奶碰上了。宋奶奶细细地打量着宋明言，一双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奶奶。宋明言的手紧紧地捏着箱子，眼睛通红，仿佛看到那个90多岁的小老太太，每天早出晚归，到处捡瓶子，还被人嫌弃的模样。宋奶奶一脸激动地摸着他的脸，手抖得不像样。你就是明言吧？好孩子，好孩子。宋明言把箱子丢在一旁，紧紧地抱住了小老太太。这时候的小老太太头发还没有90岁那么花白，背也没有那么佝偻，腿脚也还很便利，不用拄拐。为了迎接她，老太太用了头油把头发梳得亮亮的，看起来干净又利落。走走走，我们回去说。宋奶奶牵着宋明言的手，乐呵呵地把人往家里带。奶奶，我还给您买了一些东西，先把东西搬到家里再说吧。都是一家人，来就来了，还买什么东西？第一次见面总不能空手上门。再说了，我也想买些东西孝顺您。宋奶奶笑得一脸慈祥，转头就对梁光侠嫌弃地说道：“没点眼力劲儿，不知道帮忙搬东西。”梁光侠一点也不介意，他眼里只有车斗里的货物。天哪，这一大车子的东西都是给我们家的，这得多少钱？东西让他们搬，看你小脸白的，累了吧？走，跟奶奶回去好好说说话。王和还在厨房忙活，听到外面动静，探出头来一看，娘嘞，这亲戚咋长得这么俊？还好长得不像外国人。你就叫他大伯娘。快坐下休息，累了吧？饭马上就好了。客厅里还坐着梁德海、梁光全和谢一书，见宋奶奶领着宋明言进来，全都站了起来打招呼。都别闲着，明言带了不少东西回来，你们快出去帮忙搬。下班的人越来越多，全都围在路口看。这几大头猪得多少钱？几头猪算啥？你没看刚才还搬了一台洗衣机电冰箱进去呢，听说好像还有电视机来着。老天爷，老梁这亲戚也太有钱了吧？这得多少钱啊？你这孩子买这么多东西干啥？都别动，回头拿去退了，别浪费这个钱。奶奶，买来的东西哪有退的？您放心，我有钱，这些东西不算什么。宋明言从箱子里找到了一对手表，给了梁光全和谢一书。我今年24，应该是表哥，这是表哥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姐，表哥，拿着吧。宋明言直接把东西塞到了梁光全2人手里，转身拿了一双皮鞋出来递给梁德海。大伯，这是给你的。给王和梁光侠的是一件风衣，给宋奶奶的是一件深红色的褂子，还有一个巴掌大小的手提收音机，以及一套黄金首饰，包括耳环、项链、手镯、戒指。上一世，宋奶奶为了养他，变卖了他兄长留给他的唯一一件物品。
金戒指，现在要加倍的补偿给宋奶奶。这个小红褂子要是天凉了，您可以穿在外面。收音机是我特地买给您的，方便提着到处走。别的都好，这么多首饰买给我干啥？你自己留着吧，以后娶媳妇儿用。宋明言好说歹说，宋奶奶才愿意收下。饭桌上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坐下后，却突然陷入了短暂的沉寂。孩子，你爸妈呢？我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宋奶奶拉着他的手，眼里止不住的心疼。以后就不孤单了。表哥，那你以后怎么打算？我原本就是回来做投资生意的，这次回来我就不打算走了，以后都在国内做投资。表哥，咱们南蓟县有啥好投资的？南边听说是来了很多外国人投资，但没听说来咱们南蓟县的，你可不要亏了。是呀，表哥，咱们县越来越多厂子发不出工资了，就连我们那个灯泡厂，虽说目前还行，但各种福利也都没了。我知道，我会好好考察的，我也不一定是投资建厂。一直聊到晚上，宋明言回了宾馆睡觉。宋明言走后，宋奶奶他们还觉得像做梦一样，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拆。奶奶，东西还退不退了？不退了。梁光霞欢呼一声，全家人一晚上就把东西都归置清楚了。另一边，陈所长家里，何曲副县长也说起了宋明言。现在政策放开了，县里的经济反而越来越不行了。我这副县长干的真是还不如你这所长。你以为我这所长的活好干呢？那么多无业青年闹事，还抢到华侨头上，要不是人家不计较，我都得求你了。你给我仔细说说，那华侨是什么情况？我说你怎么无缘无故的要来我家吃饭？合着是为了这事？我这不是没招了吗？国营宾馆都修了多久了，连个投资商的影子都见不着。你快给我说说他的情况，要是靠谱的话，帮我介绍一下。县里的厂子越来越难，工人吃不上饭是会出事的。听说人家还答应送你们10辆摩托车了，人家指定捐给我们的，你可不准打主意。行，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说。华侨刚回国认亲，表叔就被人打断5根肋骨。年房厂长不仅扔给他过期的狗粮，还要他吃完跪下说谢谢，甚至连表妹工作名额都被厂长儿子顶替，而且扬言要表叔一家终身乞讨。全家人都劝他忍，说对方爹是厂长手眼通天，可他们不知道，华侨这次回国是准备砸几百万投资的，而县里管投资的副县长正等着和他吃饭。这顿饭我不仅要吃，还要吃的整个县心惊胆战。宋明言刚扶宋奶奶坐下，苟富贵就领着陈所长走了进来。宋先生可是让我一顿好找呀。陈所长，快坐下喝水。老人家，不用，我不喝水。宋先生，是这样的，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有投资的意向，对吧？宋明言点了点头。上赶着的不是买卖，终于有人坐不住了。看来国家比想象的还要缺外汇啊。宋先生，如果要投资的话，我们曲副县长是县里专门管这一块的，他想跟宋先生见一面，不知道宋先生什么时候有空。明天中午吧，你们准备好等我就行。陈所长问完后便客气地走了。晚饭时，宋奶奶把宋明言留下吃饭。这时梁德海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看到家里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他眼神闪躲。德海，你的脸咋回事？妈，我没事儿，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梁光霞从凳子上站起来，检查了一下，指着他的袖口。爸，你摔倒能把衣服都摔成片，还有你的脸咋能摔成这样？宋明言看到梁德海这副模样，他想起了宋奶奶曾跟他说过，上一世梁德海是因为工作时出了事故断了腿，最后因为不想连累家人自杀去世。奶奶，我爸肯定是被人打了，我怀疑是周涛干的，今天我还遇到他来着。原本在阴影处还看得不太清楚，梁德海走到灯下，脸上青一片肿一片的模样，看得王和心痛。杀千刀的周涛，工作都被他整黄了，还不放过人。明言，大伯娘厚着脸求你一件事儿。话没说完就被宋奶奶呵斥住。你给我闭嘴！人家是厂长，明言才刚来不久，他能做什么？明言没吃家里饭长大，刚来你就给他惹麻烦，你一个当长辈的好意思吗？王和心里苦闷，委屈的抹眼泪。就是这一年，家里陆陆续续的有人去世，最后只剩下老太太一人。奶奶，我是您的孙子，咱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不应该瞒着我，对吧？他看了一眼梁光霞，光霞，你来说。梁光霞瞥了一眼老太太，实在是不吐不快。奶奶，你也别怪我嘴快，咱们没本事，兴许表哥能解决。宋明言这才从梁光霞口中得知周涛看上谢一书，周厂长以权谋私还打压他们的事。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会解决的。原来宋奶奶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表哥，周厂长还有一个大儿子是副县长身边的秘书。宋明言用手抚了抚奶奶的胳膊。奶奶，咱们是一家人，您放心，我不会逞强的。曲副县长从陈所长那儿得到了好消息，让人去一家新开的宾馆订了包厢。左等右等，眼看时间快到了，人还没来。老陈，那位宋先生真同意了，你不会故意骗我一顿饭吧？陈所长翻了个白眼，话没说完，包厢被人从外面打开。不好意思，来晚了。不晚，咱们约的就是12点。既然宋先生到了，那咱们就开始上菜吧。
一顿饭吃下来，许副县长一直在试探，陈所长也帮着说话，但宋明言却好像没什么兴趣一般，有一搭没一搭的应付着。这宋先生之前还挺好相处的，今天怎么回事？要是不想投资的话，压根没必要答应这顿饭呀。眼看一顿饭快要结束了，屈副县长没法子，一个劲儿的给陈所长使眼色。宋先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宋明言坐在凳子上，用手轻轻敲了敲桌子，沉声道：屈县长、陈所长，我对南蓟县是有情怀的，毕竟这里有我的亲人。你们也知道如今政策，我要真的打算投资，去哪里都比在南蓟好。我今天之所以同意来谈谈，也是看在这些情分上。可是我没想到南蓟的营商环境竟然这么糟糕。宋先生，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畅所欲言，能解决的我一定会尽力。虽然我刚来南蓟县就被抢，但每个地方都有些小偷小摸的事儿。后来陈所长也帮我抓到了人。陈所长脸色讪讪，屈县长的脸色也有些僵硬。可我没想到一个国营厂的厂长居然如此厉害。厂长的儿子因为一己之私纠结混混，殴打老工人，工人被打了还不敢反抗，就因为他有一个厂长父亲。我要是投资了，要是不小心得罪这类人，会不会也被闹得生意做不下去？屈县长、陈所长，希望你们也能理解我的难处。宋明言只说了打人的事儿，没说厂里的那些龌龊，只是点到为止。屈县长和陈所长脸色一沉，没想到里边还有这种事。宋先生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去查清楚。另一边棉纺厂，周厂长叫住准备出门的周涛：你给我站住，最近老实点。听说梁家来了个华侨亲戚，你少惹事儿。管他什么华侨不华侨，我们又求不到他头上去。县里的经济不行了，人家只要跟领导一接触，我们做的事能瞒得过谁？周厂长自己也清楚，他做的事儿经不住查。这几年他儿子仗着他的事也干了不少事儿。接触就接触呗，反正有大哥在，只要领导对那狗屁华侨没有好印象，谁还会找他投资？他还能去哪里告？吃完饭，陈所长就立刻赶回所里调查，不出半天就有了结果。老曲查清楚了，宋先生说的是周涛纠结一伙人殴打梁德海的事。梁德海就是宋先生的表叔，按照梁德海的年纪可还没到退休的时候，可他已经被厂里提前退休了，这其中恐怕有问题啊。陈所长比谁都清楚宋明言对宋真老太太一家有多么的重视。老屈，还有一件事我也得提醒你，你的秘书是周涛的兄长。屈县长挂断电话，脸色阴沉，给我把周秘书叫进来。周秘书敲了敲门，听到里面说话，这才推门而入。县长，有件事你去帮我查一查，县里来了一个华侨，我正在考虑找他拉投资，但是在此之前得先看看这个人的情况。周秘书神色微变，片刻就恢复了如常。他不知道屈县长前脚派他去了解宋明言的情况，后脚就另外派了人去查周家的问题。县长约华侨吃饭求投资，可华侨却故意迟到2小时。县长夹菜他就转桌，县长倒酒他也不喝，而且看都不看就倒在地上，甚至完事还让县长接着倒。华侨一句话不说，派出所张所长却急了：宋先生，今天是不是有招待不周的地方？你们县的领导真威风啊！揍完我大伯和表妹，还要我出钱给你们？宋明言一席话让2位领导冷汗淋漓，立刻就派人全城搜捕。财神爷发话了，就是上刀山也得去。而另一边，周秘书为了保护父亲和弟弟，竟极力抹黑宋明言，可他不知道宋明言现在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家族彻底消失。县长，这是我针对宋明言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屈县长拿起报告翻看了一会，压住心中的情绪，抬起头来问：所以你的结论是宋明言资本主义作风严重，不适合拉投资？县长，宋明言仗着自己的华侨身份，经常压榨群众，而且这个人生活作风十分奢靡，如果他在咱们本地投资，说不准会把本县风气带坏。周秘书想极力保下父亲和弟弟，但他显然让县长失望了。你的意思是宋明言拿钱请人帮他干活，花钱请人吃饭，是在压榨群众？至于作风奢靡，人家的钱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总比拿着公家的钱揣在自己口袋里来的好，你觉得呢？周秘书的脸一下子就白了。领导，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来人！立刻进来2个人把周秘书给带了下去。这次见宋明言没有通过陈所长，屈县长亲自来宾馆见他。宾馆刘经理立刻给2人安排了一间会议室。宋先生，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周厂长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已经被带走了，周涛纠结混混惹是生非，骚扰女同志也被抓了。至于我身边的那个秘书，说来惭愧，我竟然识人不明，任由着他仗着我的事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不过宋先生放心，不管是谁犯错，我都一定会管到底。他明白很多事情宋明言没有直接说清楚，是在给他一个面子。至于梁德海同志的事情，实在惭愧，我会让人尽快给他恢复工作，厂里也会重新召开一次招工考试，此前录取的一律作罢。屈县长，我本人十分敬佩你的工作效率。屈县长心里稍稍松了口气。那么投资的事，既然本地治安良好，屈县长又盛情邀请投资，这件事我也在认真考虑。不知宋先生对哪个行业比较感兴趣？我们县有很多厂子都出口过产品，咱们厂子工人技术娴熟，厂子也是开了10几年的。宋先生要是投资的话，一定能为厂子带来翻倍的效益，咱们双方都有益。宋明言其实已经想好投资什么了，他不打算接手快黄了的厂，而是准备投一家电子手表厂。
电子手表没什么技术难度。至于生产线，南阳不是有一个管家吗？电子手表的生产线没什么技术，只要有美刀就能买到。但也不能答应的太快，要不然怎么谈条件？区县长的建议我会考虑的。由于宋明言的到来，南纪县提前开启了严打，所有人都拍手称快，十分感激掀起这场风波的宋明言。从严打开始，宋明言的声望值一直在增加，又有了抽奖机会。抽奖开始，恭喜宿主获得 M 国联机海运0.2%的股权。没记错的话，这个联机海运在后世还十分有名，堪称海运界的霸主。0.2%的股权，每年的分红起码有100万以上。重点不是钱，而是股东的身份。股东可是有运输特权的。简单来说，就是能插队，不能送的东西，看在股东的份上，也能暗箱操作。自从严打开始，苟富贵他爸再也没说过让他去找个正经工作的事儿。他来到国营宾馆时，宋明言还在睡觉，他在楼下跟刘经理聊天。刘大哥，你人脉比我广，知不知道哪里有房子卖？宋老板想买个房，总不能一直住在宾馆里，没个家的感觉。刘经理抹撒着下巴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买房这事还真不好说，房子都不够住，哪有人往外卖的？就算愿意卖的，那破烂模样，估计宋先生也瞧不上。”刘大哥，你是有本事的，你帮我想想办法。还真有个办法，虽然房子不好，但咱们可以自己建呀。自己建？对，南京没什么好房子，愿意卖的那些房子，老板您估计瞧不上。刘经理给我出了个主意，您可以先把房子买到手，然后去办手续，就能推倒重建，想要啥样的就修啥样的。宋明言还真没想到这个办法。我先想想。苟富贵正想走，宋明言拿出了1式2份的雇佣合同，把合同签了。我刚找了个司机叫武安顺，他刚签完合同。苟富贵看清楚合同上的月薪，差点惊叫：60，嫌少？没有，我就是觉得太多了，我又不会啥技术，就是跟着老板跑腿儿。只要你干得好，每年都有涨薪机会。苟富贵满面红光，回到家里，下巴更是高高扬起，一天天的长得跟个发病的公鸡似的。苟富贵抖着腿，啪的一下把合同拍在了桌上。1个月60，就你。苟富贵大嫂看着合同，满脸欢喜。富贵出息了，挣的都跟爸一样多了。爸可没有西装做工作服，我老板说了让我置办3套西装，加上我现在这套一共4套，加上鞋子600块都打不住。我要是跟老板出差，还有出差补贴。大嫂，啥时候吃饭呀？我下午还得跟老板去接货。我们老板给派出所捐了整整10辆摩托车。宋老板可真大方，我这就去做饭，可不能耽误了你的工作。他爸冷哼一声，真是走狗屎运了。听说摩托车到位，陈所长急忙带了2人跟宋明言会合。东西一到，陈所长就连忙爬了上去，一辆辆崭新的摩托车被他亲自抬下来了。好，这可都是好东西啊！10辆摩托车，整个县都巡逻一遍也不费力，再跑乡下也不用1整天了。陈所长，检查清楚了吗？好了，都检查好了，全都是好东西。陈所长现在看宋明言的眼神就像在看财神爷，真是太感谢宋先生了。也多亏了公安同志帮我找到亲人，为家乡的治安做点贡献是应该的。警局都配了摩托车，原本就已经严打过一遍的南纪更加没人敢冒头。外地的发现这边居然没有同行，还没开始行动，公安骑着摩托车把他们整个窝都端了。今天是梁光全大喜的日子，宋明言一早就过来了，一来就被梁家人围着。梁德海重新回了塑料厂，梁光霞过几天也要去参加考试了，全家人把他围着，叽叽喳喳的感谢话说个不停。梁光全和谢一书2位新人也把宋明言送的手表都戴上了。老太太昨天特意把红褂子洗得干干净净，一早就穿上，还破天荒地戴上了金耳环。区县长和陈所长的突然到来，让现场突然静了一瞬，但马上又引起了更大的热潮。宋先生，我们不请自来，讨一杯喜酒喝，希望没有打扰到。欢迎。看宋明言接过了招待区县长2位领导的任务，梁德海松了口气。宋先生从小在国外长大，不知道咱们南纪县的难处。这2年厂子的订单越来越少，没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想发展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先天条件比不过南方。看着父老乡亲都过得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难受呀。区县长开始打感情牌，咱们南纪老百姓难呀。说到这里眼眶突兀的就红了。陈所长看得叹为观止，老曲啥时候演技这么好了？宋先生既然回来了，那就是我们南纪的人，要是愿意在这里投资的话，那我们肯定更照顾自己人，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条件也都好商量。虽然咱有些地方确实比不过其他人，但也有咱们自己的优势。说到这里，陈所长有些编不下去了，啥优势呢？他给区县长使眼色，区县长立马接了过来。对，我们南纪地方小，但也有自己的优势，给投资商的条件肯定能比那些大地方更好。南边的投资商是多，可这投资商一多，他们哪还照应得过来？这独苗苗跟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宋明言之前不直接答应，就是想再抻一抻，眼下也差不多是时候了。2位如此盛情，我也不好再拒绝了。宋先生的意思是确定要投资了？宋明言点了个头。投资什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宋先生尽管直言。老区，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要不咱们换个时间地点再说。区县长哈哈一笑，拍了拍脑门。是我的错，我自罚一杯。2人吃了一会就离席，2人走后，压抑的讨论声越发热闹了。
大家都得明白，梁家人这是要发达。老区，今天会议我就不去了，我手头还有不少事呢。行，拉上你本来就是为了拉关系，治安这一块你可不能松懈，继续给我保持住。咱们去参加婚宴的事儿，我可听说不少人在背后嚼舌根，说咱们一个副县长一个所长上赶着去华侨亲戚的宴会上，影响不好。我这边倒是无所谓，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老子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做的都是为了县里发展，总比有些人躺在功劳簿上固守成规，眼看着南纪越来越差来得好。宋明言到会议室时，区县长已经早到了半小时。宋先生，那咱们开始吧。我不会接手任何厂子，我打算自己建一个电子表厂。当然可以。我需要县里给我划一块地皮，帮忙找人把厂子建起来。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只是不知道宋先生准备去哪里买生产线。要想在国内买可不容易，毕竟生产线它再久也都是国营厂子的，买卖的手续也麻烦。这个区县长不用担心，我已经让人帮我在南阳采购了，如果顺利的话，20天左右就能到。区县长和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到宋明言可以自行采购生产线，皆是心中振奋。如果宋先生能把生产线采买回来，我在这里也给你做个保证，5年内厂子占用的地皮可以免费使用，5年后也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租赁给宋先生，这都是可以写在合同上的。还有其他的税收政策优惠也会向宋先生倾斜。对于宋先生的投资，我们整个南纪都十分欢迎。剩下的就是一些具体的政策商谈。总的来说，宋明言十分满意。区县长亲自带着宋明言选了一块地皮，正式签订投资合同。厂房多久能盖好？宋先生放心，生产线20天能到的话，厂房15不10天就能盖好。签订了合同后，宋明言也没闲着，天天都在做计划。东西生产出来了，总得卖出去。原本是想搞内销，但现在有更好的主意，联基海运的股东身份不能白白浪费了。宋先生，有电话找您。国营宾馆接通了远洋电话的电线，但基本上都是宋明言在用。宋先生，出问题了。南阳管家陈家俊在电话那头焦急道：电子表的生产线已经搞定了，可是运输这边出了岔子，运输的货船近3个月之内已经没有运力了。我打听过，南阳这边的货运基本被橡胶包了，起码在3个月之内没有运力帮忙运输生产线。其实橡胶出口1个月之前就开始了，上回的摩托车运输那么快是因为东西本身就在集装箱里，加上体积小占地少，基本上可以挤出地方。但生产线不一样，要么等3个月，要么走空运，可是空运的手续都不便宜，咱们东西太多。我知道了，你把南阳联基海运的负责人电话给我。陈家俊挂了电话，连忙去找。宋明言没有耽误功夫，直接跟联基海运在南阳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购买的生产线走联基海运，待会儿会有人联系你。陈家俊听到电话里传来嘟嘟声，还有些发愣。这才1天的时间，老板就解决了运输问题，用的还是联基海运的货船。老板到底是什么人呀？联基海运出了名的不讲情面，谁来都是按照订单顺序排队。华侨要在县里投资建手表厂的事，没几天就传遍了整个南纪。而这回建厂又关系到大家的饭碗，消息传开后，宋奶奶和苟富贵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宋明言基本上都在宾馆做计划，苟富贵每天都会去宾馆报道，没事时就待在宾馆下边坐着。听说宋先生开电子手表厂了，有没有说过咋招人？老板没说。刘大哥，你不晓得我家天天都有人去问，我头都大了，睡觉都不得闲。开厂子招人可是一件大事，要是招到一些不好的也影响生产，你得让宋先生提前考虑。我晓得了。还没等苟富贵提起，宋明言就给他安排了任务。这是招工的要求和试卷，你跑一趟让区县长帮忙印刷，到时候就按这上面的规矩来。苟富贵今天不来，区县长都准备要问了。厂子建设的速度很快，再过几天差不多就能完工了，可工人的事儿还没着落。这几天没少人跟他打电话要名额，可为了给宋明言最大的自主性，他根本没提过名额这事。可他没想到宋明言居然主动给他留了10个名额，这是真心换真心啊！老区，怎么又来要名额？不是名额的事，我从老战友那边打听到一个事儿，南边有南阳来投资的华侨说，南阳那边的货运基本上都被包了，3个月之内根本不可能有运力帮忙运输生产线。宋先生说20天内生产线就能到，你说这是？你从谁那里打听来的？靠谱吗？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他去了南边，今天打电话联系时说起了这事，要不你还是打电话问问齐州那边，他们那边肯定比咱们这个消息更灵通。区县长心下一沉，为了留下宋明言这个投资商，我们给出了很多政策优惠，动用了县里的资金修厂房，这要是骗局。想到这里，他哪还坐得住，连忙打电话。喂，是我，南纪县副县长曲宏伟，对，帮我接齐州招商部。电话挂断后，区县长的脸白了。完了，居然是真的！齐州那边也有接触的南阳投资商，人家那边已经帮忙证实了，南阳根本就没有船运输生产线，别说20天，就是2个月都不一定能到，起码得3个月之后。即便是空运，现在运力也十分紧张。总之，20天内倒是不可能的事。可他又不相信自己看错了人。
说不定人家有自己的门路。区县长喃喃自语，眼睛越说越亮。对，没错，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门路。区县长电话刚打过去，南蓟县这边其他领导也得到了提醒。县长，书记叫您过去开会。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相信宋明言的事，吵成了一锅粥。我不管大家怎么想，但是这件事还没有定论。我相信宋先生，我也不是脑子一热，投资的合同签了，地皮划了，厂房也快建好了，就因为这件不确定的事情反悔。大家有没有想过后果？如果咱们反悔的消息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这里投资？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咱们真的被骗了，地皮也还是我们的，顶多出了人力建了个厂房，但这厂房也是我们自己的。如果人家不是骗子，我们不仅没了名声，还错过了一个有能耐的投资商。或许是听说了宋明言可能是骗子的事儿，来找他要名额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半。宋明言不知道县里发生关于他的争论，但厂子那边突然停工又重新复工的事儿没瞒过他。投资建厂也不是为了赚钱，一切都是为了赚取声望值。投资建厂赚的那些钱，还不如我抽一次奖来的多。电子厂确定了要招工的消息传遍县里，宋明言也因此又获得了不少声望值。为了表示对1000声望值的尊重，宋明言特地洗了手才抽奖。恭喜宿主获得旧金山一座庄园。所以我现在补上身份了吧？宿主获得旧金山庄园，自动获得 M 国身份。宋明言一直担心黑户身份的问题，现在终于补上了漏洞。有了旧金山的庄园，对南阳的那栋别墅其实就没有什么想法了，正好身上也没什么现金，卖掉最好。抽奖获得的固定资产，宿主拥有使用权，不可买卖。所以我现在表面看有100万身家，实际上只是个穷光蛋。旧金山的庄园同样有人管理，还是得尽快赚声望值，要不然庄园的维护资金都得欠着了。苟富贵发现国营宾馆周围总有人鬼鬼祟祟的，他把这事跟刘经理说了，刘经理也很无奈。自从宋先生的身份传出去之后，确实有不少人来这边探头探脑的，但人家又没做什么，总不能赶走，就算赶走了，也会有其他人过来。宋明言找到刘经理，决定让对方帮他招一批退伍军人做保镖。刘经理非常高兴，他知道能让宋明言欠下自己人情的机会不多了。宋先生放心，2天内我就给你找好。刘大壮从部队退伍回来就一直在家里干农活，大队部叫他去接了个电话后，他立刻飞奔回家。娘，我有活干了，领导给我介绍了个好活，等我赚钱寄回家给你。于建设退伍后拿了钱回家，没想到人家干啥都赚钱，他一干就全赔光。收到电话后，他想也没想，立刻回家收拾包袱。宋明言来到宾馆前厅，5个人站得规规矩矩，个个身材精壮，一看就是打架的好手。你们5个谁最厉害？原本以为他们会个个不服输，没想到全都指着刘大壮。看他面目犹豫，刘经理解释道：宋先生放心，这人就是寒了点，没有其他毛病，但要是宋先生雇佣了他，宋先生说的话他肯定照实做。行，那你们都先留下吧。1个月300，遇到事我希望你们往前顶，要是出现意外医药费全部报销，还有一笔奖金，要是出现意外每人20万安家费。工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后会按比例增长，前提是你们干得好。保镖干的就是卖命活，这个钱不能抠搜。在场众人已经不知道该感慨什么了。1个月300块，县领导都没有这份收入，出意外还有20万安家费。说句难听的，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赚到20万块，真遇到事了，为了20万我们也不会退。而这就是宋明言要的效果。领导说你是大老板，你不会骗咱们吧？可以签合同，签了合同谁也不能赖账，但如果我发现你们工作能力不行，我随时可以辞退你们。大家迫不及待地签了合同，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正式上岗了。不过在此之前得买几身衣服，要不然个个都穿得乱七八糟的，带出去也没排面。但这种小事儿就用不着宋明言操心了，苟富贵就能把事儿办了。7天功夫，厂房正式建完。厂房一建好，区县长第一时间就去邀请宋明言跟他一起去现场巡视了一圈。区县长看着宋明言满意的点头，他试探问：宋先生，不知道生产线运输顺不顺利？咱们车间已经建造完成了，工人宿舍还要时间修，要不了多少天也能全部修好。生产线运输没什么问题，那块地方没动吧？区县长没看出来宋明言有什么心虚的神态，想来他应该不会看错人。他转过头去看了看，这是一开始宋明言就让他留出来的地。没动，都是按照图纸建造的。宋先生是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修房子，天天住在国营宾馆里也不是事，而且我现在招了保镖，也不能让保镖司机一直跟我一起住在国营宾馆。咱们县里最近来了不少外人啊。又是招保镖，又是说县里来了外人，区县长一下就明白，宋先生的名头实在太响，总有一些人心思不纯。我们县每日都会巡逻，有了宋先生捐的摩托车，每天都能巡逻个好几遍。县里会重点关注宋先生反映的事。那就多谢区县长了。宋先生想要修什么样的房子，不如让他们一起修了。不用，咱们公是公，私是私，修建厂房是县里给的优惠政策，我不能占这便宜。修房子的事儿，宋明言给了苟富贵。苟富贵最近十分有危机感，老板做的事他一样也帮不上忙，除了跑腿根本就没有他的活。为了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他跟宋明言请假后去了齐州。回来后，宋明言看着桌子上的图纸有些惊讶。你去了齐州大学，用20块请大学生给你设计了图纸。大学生懂得更多，我让他们照着国外的风格设计的，一共3款。老板你看中哪款咱们就建哪款。建筑队我也从齐州走来了，都是专业的，随时能开工。宋明言知道这时候的大学生含金量高，他选中了一张中式和欧式建筑结合的风格。就这张吧，
这次办得不错，回头把花价都写好，月底给你报销，有奖金。苟富贵心中振奋，果然没办错。苟富贵的焦虑，宋明言看在眼里。当了老板之后，他就喜欢这种自我内卷的员工。有了激励，苟富贵的办事效率特别高。没多久就找来一个人，对方从背着的包里拿出了一堆的小木头，摆在桌子上。宋先生，您看看您想要什么样的家具？这些是我们按照正常尺寸缩小10倍做出来的模型，您看上什么样的，我们回头就给您做，一定用最好的材料，最快的速度。或许是担心乔光磊的年纪太轻会引起误会，苟富贵主动解释：老板不是他打，是他爸带着人给做，他爸是咱们这一块有名的木匠。对，我爸是咱们南纪远近闻名的老手艺了，周围谁家要打什么家具都会找我爸，口碑都是大家认可的。这些家具款式是你们自己研究出来的？那也没这么厉害，是我让我爸把电影里看过的那些外国人用的家具都给打出来，我们又不会画图，想这东西太大不方便人家挑选，说又说不清楚，所以就做了一些小模型。宋先生，您是做大生意的大老板，您看看我们做的这些家具像不像？要不说这个时代的手艺人功夫好，仅仅是电影里看过就能仿造的基本还原。行，就按照这些家具打造。宋明言挑出了几个模型，乔光磊笑得嘴角都要咧到了耳根。房子的修建速度很快，还剩下一些电器，大部分在友谊商店都没货，要想买的话，齐州才有。这时候的马桶、空调、热水器，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这趟出门准备也顺便考察考察齐州的情况，毕竟总在一个小县城折腾，能赚的声望值也赚的有限。之前不敢去大城市搞，就是怕把事情搞得太大，人家把他身份查出来，一看我是黑户，那还不得当骗子给抓起来。宋明言要出门，马上就有人通知到区县长那边。区县长来得非常着急，他是真心相信宋明言，但也确实担心他要跑路。宋明言这趟只带上了2个保镖，他才刚准备上车，曲县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宋先生，区县长，宋先生，这是准备去哪里呀？很多家具南纪县都没有，打算亲自去齐州采购，也顺便看看齐州的情况。身边随行的工作人员刚想开口，区县长抬手拦住对方。那些东西确实只有大城市才有售，是得去齐州买。宋先生一路平安。汽车开远了，区县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焦虑道：县长，要是这人直接跑了可怎么办？咱们县里很多人都不看好他的投资，这投资是您坚持保下来的，要是他跑了，您也得受牵连啊。都说宋先生是骗子，他骗到什么了？等时间到了就知道了。咱们南纪县想发展不容易啊，这是目前为止为最好的机会，不能错过。要是真被骗了，他也认了。用了几天功夫，宋明言把该订的东西都订上，雇人用车子送到，还顺便把齐州也转了一个遍。区县长听到宋明言重新回到国营宾馆，差点激动得热泪盈眶。宋先生，你确定生产线今天就能到吗？区县长拉着宋明言，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中午12点，热得满头是汗，他也舍不得回去。宋明言不会亏待自己，直接在旁边阴凉处找了个摇椅躺下。区县长，这才中午，你要不先回去吧，等东西到了自然会有人来通知你。区县长压根儿就没听进去，他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远处，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区县长恨不得蹦起3尺高。摩托车上陈所长却非常兴奋。区县长，我刚才巡逻时看到好几辆货车正往咱们这里开，估计是生产线到了。几分钟之后，几辆大卡车陆续的开进工厂。大卡车都到位后，后面还跟了2辆汽车。齐州招商部的负责人贺主任先下了车，随后的汽车里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贺主任，您怎么来了？贺主任介绍了旁边的南洋商人窦英。这是我们南洋来的投资商，听说你们这儿拉来了生产线，想跟着一起来看看，我就带他来看了。宋明言没想到陈家俊居然会亲自押运生产线。老板，你怎么过来了？老板，您十分重视生产线，我担心路上会遇到其他的状况，您不用担心，别墅里的事我都安排清楚了。正好我确实缺人手，厂子一开，东西也得卖出去，这得有人去负责啊！你就暂时留在我身边，我有其他的事要交代给你，别墅那边再找个人去管理。家俊，你身边的这位想必就是宋先生了吧？宋先生你好，我是窦英，家里在南阳做些买卖。窦总曾是我在北美留学时的同学，经过齐州的时候遇到了，窦总便跟着一起来，想拜访老板。宋总真是年少有为啊，恕我孤陋寡闻，在南阳似乎没有听过宋总。家里在北美做了些小生意，并没有在南阳发展，窦总不知道也是正常。窦英来之前差不多把宋明言的事儿都简单打听过了。陈家俊管理的那栋别墅起码在100万以上，所以他估摸着宋明言的身家应该是在1000万以上。但对方有联机海运的关系，这个估值又要再往上走。一条条崭新的运输线搬卸下来，贺主任这才明白为什么窦英非要来一趟南纪。区县长，你这回可是走运了。区县长极力地维持着自己的稳重，生怕一开口笑声就忍不住漏了。生产线一到位，关于宋明言是骗子的猜测自然不攻自破。宋明言跟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便和曲县长处理厂子的事。东西全都被搬进了厂房，金属的反光刺的区县长忍不住热泪盈眶。厂子一落成，起码能解决500多人的工作吃饭问题。宋先生放心，厂子明天就能开工。几个重要的岗位，宋明言自己要走了，其他的都留给区县长负责。他拒绝了想要热情邀请他吃饭的窦英，转头去了宋奶奶家中。是，让我当厂长？不行，我哪会干这个？我就普通工人，干不了领导，干不了。梁德海被宋明言的话惊得从凳子上弹起来，语无伦次。
是呀，明言，你大伯他是个憨的，他哪能管那几百人的大厂子，肯定得给你干黄了，可不敢让他去干。大伯当厂长不需要有多聪明，要的就是你这种踏实的，有自家人帮我盯着我才能更放心。至于其他的像是销售之类的，不用大伯操心，我会另外安排人，大伯只要给我盯着生产就行。只要盯着生产就行。梁德海有些异动，干了一辈子的生产，这个他还是有信心的。对，只负责生产。还是那句话，宋明言压根没指望开的这小厂子能赚多少钱，他看重的是开厂子带来的声望值，再一个也是为了宋奶奶。还记得上一世宋奶奶说过，这辈子最羡慕的就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可她年纪大了也没什么文化，根本没人要，只能捡垃圾养活我们。好在一切悲剧的开始，周家人已经完了。奶奶，能不能请您老人家帮我盯着食堂？我年纪大了。奶奶6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反正家里也没事干了，那您就去帮我盯着食堂，省得有人滥竽充数。每天活也不多，您就在他们做饭的时候去看看用的菜新不新鲜，有没有人偷偷把东西拿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去看看有没有人浪费粮食。好，奶奶帮你盯着。行，那就多谢奶奶了。奶奶这个活可不轻松，我给您1个月开50块的工资，要是干得好还有奖金，逢年过节也跟其他工人一样都有礼。哎呀，我一个老婆子哪能值这么多钱？那以后我也像其他工人一样，自己去领工资了。对，跟其他工人一样，不过也有点不一样。奶奶经验更丰富，是个小领导，工资肯定要比其他工人高。表哥，我能不能不去塑料厂了？我也想去你那干。塑料厂每天死气沉沉的，新厂长说要改革，我看就那样了。我数学好，可以给你干会计。周厂长一家倒台，我通过招工考试考进去了，但是太没意思了，工钱都发不全。让梁德海当厂长是因为必须得安排一个自己人，总不能全都让曲县长安排了。曲县长现在没有别的心思，但人心难测，宋奶奶要报答。至于其他人嘛，曲县长说今天要连夜招工，你们可以去参加。太好了。梁光霞把王和拉到角落，妈，别收拾了，待会儿你跟我们一起去报名。我应聘会计要考试，你去食堂，估计走个面试就行了。你是表哥的大伯娘，肯定能通过。这真的假的？人家哪能认识我？表哥是老板，不知道他来不来，但是今晚面试，曲县长亲自来。曲县长能不认识你吗？能把你刷下去吗？表哥虽然没有明着说直接给咱们安排工作，但其实这已经相当于给咱们安排工作了。妈，你可不能有那埋怨的心思。哎呀，居然是这样，都怪我这脑子没转过弯来。你这丫头还教训起你妈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报名呀，省得晚了。他们说悄悄话那会儿，梁德海跟老太太他们已经到了。想偷懒的宋明言也被老太太拉过去了。面试现场人山人海，生产线一到，曲县长立刻让人着手安排考试的地方。考试时间是晚上7点，天色越来越暗，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还没开始考试呀？再晚下去字都看不清了，还怎么做题？哐的一声，电闸一开，整个厂子灯火通明，广播里传来了梁德海的声音：请准备考试的同志们陆续进场，考试15分钟之后正式开始，大家排队进入，不准推搡，不准喧哗，否则取消考试资格。王和儿女们站在面试的人群中，你爸可真是长面子了。妈，你在厨房好好干，我奶也会给你升职的。大家陆续进入了考试面试的地方。宋明言让苟富贵去外面的小摊叫了炒粉炒面进来，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和外面参与面试的群众都有一份夜宵。人们觉得宋明言厚道，这让他的声望值又涨了不少。只有宋奶奶心疼的不行，这么多人，每人一份夜宵，这得花多少钱？早知道还不如回去睡觉，眼不见为净。陈家俊笑着跟老太太解释：宋经理，老板招工虽然说是一件好事，但大半夜的其实也有些打扰到了周边的居民。老板发夜宵来参加招工考试的，就算没通过也会说老板一生仁义，周围被打扰的居民因此赚了钱，也不会有意见。老板开厂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总不能在家乡惹得大家不高兴。虽说出了钱，但也算变相的为咱们厂子打开了名声，这是好事。做买卖的事儿我也不懂，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谁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像你老人家在食堂工作人员面试方面的专业，我就不如您。要不是您说，我都不知道食堂还有这么多次回扣的地方。真的，宋经理，您这样有经验的人来看着才行。老太太满意的眼睛微微眯起，努力的把自己的腰杆挺得更直。这有本事的人夸跟邻居老姐妹的夸，感觉可真不一样。天边露出鱼肚白，招工也到了尾声。宋明言看着面前即将成为正式员工的工人们，面露严肃：我的电子厂跟其他厂不一样，没有那种磨洋工还能赚钱的好事。上班无特殊情况也不能迟到早退，有事可以请假。大家的工资比市场价基本都高了10%左右，这是我给大家的诚意。我希望大家也拿出你们的真诚，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总之，谁要是不按照规矩来，被抓到1次警告，2次罚钱，3次直接辞退，没有任何情面可讲。下面一阵哗然，警告就算了，还罚钱还辞退，哪有这样的事？这不是资本家剥削人吗？
我觉得其实也挺有道理，人家给咱们的钱比其他厂子更高，咱肯定得好好工作才行，要不然厂子干黄了，大家都没饭吃。不同意的就走呗，好像谁求着你们在这儿干一样的，还剥削，我呸！你去给我找个这么高工资的剥削，都说了是犯错才有惩罚，你自己规规矩矩的谁罚你？我看这种人就是打心眼里想来占便宜。就是，想占便宜就直说，我看厂子效益越来越差，就是这种人太多了。梁光霞跟他妈一唱一和，他这话一出，大家离那个开口说资本家剥削的人稍稍远了一些，不同意的人立刻被人群分割出来。宋明言指着他们，既然不同意，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这几人被大家指指点点，又羞又怒，转身就走。谁稀罕你们这破工作？招工结束，区县长、老太太和宋明言都先走了，剩下的就由厂长梁德海来负责。原本今天就要开工的，但是咱们老板体恤大家一晚上辛苦了，所以今天就把房子的事儿安排清楚，让大家明天能够没顾虑的全心全意投入生产。众人欢呼雀跃。厂长，咱们快开始吧。没想到咱们一进来就能分房，我妈还想着等我熬个2、3年能分到就不错了。太好了，我家里实在挤不下了，我平时都只能在我爸妈的房间打地铺。咱们厂的房子可真亮堂，全都装了玻璃，咱们没结婚的能分多大呀？要是夫妻都进了厂，那能分啥样的房子？现在大家排队上来抽签，夫妻都在咱们厂的，来1号桌这边排队，抽到啥样的房子就算啥样的，不准挑拣。提醒一下，有的房子门窗还没装好，不过就这几天了，都不要着急。他指了左手边的一处桌子，他面前有3张桌子，每个人都负责一处登记点。三者的区别就是房子大小，双方都在厂里上班的能分个3居室，只有一方在厂子工作，但结婚的能选个2居室，至于没结婚的只能住单身公寓，也有1室1厅，如果结婚了能重新申请2居室。媳妇你来抽，我运气不好。1号桌最热闹，毕竟他们这里能分到的房子更大，夫妻双方又都在。有啥运气好不好的，反正都是好房子，都是一样的，住几楼都没啥。要是家里有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可以自己和别人调换楼层。1号桌的负责人笑呵呵地说道：那感情好。你抽到了几楼？5楼呢，也不知道夏天会不会太热。旁边2号桌面前排队的人打趣道：飞，你还嫌弃上了，我这2居室的在2楼，你要是嫌弃我不介意跟你换。换是不可能换的，就算热死我也愿意，那可是3间房加上客厅，那就是4间房子，住进去得多舒坦。房子分完，领了钥匙，大家都兴奋地去看他们的新家。单身的青年们不着急，都跟着来看3居室这边的情况。一个人打开了门，一群人就跟着涌了进去，主人家也不介意大家参观。天哪，你们房间居然有厕所，那以后岂不是不用跟人家挤厕所了？还有自来水，哇，你家这也太方便了，上厕所完全不用跟人挤了，冬天太方便了。还有个做饭的厨房呢。之前听我大伯的侄子的朋友说过咱们厂房修得好，没想到是这样的。哎呀，这可真是神仙日子啊！这房子真是太好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太多。大家陆续看了下去，发现2居室和1居室也都同样配备卫生间和厨房，每个人都很兴奋，恨不得立刻为厂里挥洒汗水。宋明言在睡梦中，声望值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了一大截了。这一天，整个厂子附近都异常忙碌，大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厂子里搬家的人。第2天正式上班，宋明言一早就来厂里吃早饭，顺便看看工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情况。毕竟投了钱，厂子的效率高得吓人，大家个个一副打鸡血的模样。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老板的宋明言欣慰极了。老板，房子已经装修好了，您要不要去看一看？这是宋明言在这个时代的第一个正式落脚地。没一会儿，他就站在小楼面前，苟富贵帮忙推开了大铁门。老板，里面家具已经打好了，乔老头带着人连日赶工做的，老板放心，绝对没有瑕疵，我都仔细检查过2遍了。宋老板，您还满意吗？乔光磊领着他父亲老乔就在小楼门口等着，看2人逛到1楼，连忙上前笑着问道：我很满意，回头我让苟富贵把尾款结给你们。多谢宋老板，祝您天天发财。2人回去的路上，嘴角笑容就没下去过。爹，我说咋样，就得听我的吧，干这一单都顶你干几年了，还不一定能接这么多活。算你出息。爸，咱们去注册一个公司吧。行，你说咋整就咋整。宋明言正式搬家了，1楼是保镖、司机、助手住宿以及接待客人的地方。宋明言的活动场所在2楼和3楼，小楼修在厂里。于建设把东西放好，第一时间围着小楼别墅转了一圈。宋明言在2楼推开窗户，看到了于建设。几个保镖似乎还没有保镖队长。于建设虽然不是武力值最强的，但他绝对是侦察好手，做人也豪爽，其他几个人都比较信服。于建设刚回1楼大厅就被任命成为保镖队的队长，工资加50%。什么？老板，我做队长可以，工资不用再加，我们的工资已经很多了。是啊，老板，我们根本没什么活干。你们没活干，就证明我这个雇主没有人身危险，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我巴不得你们一直没活干。宋明言刚搬好家，第2天，南阳商人窦英就跟贺主任上门庆贺他的乔迁之喜了。半路上碰到了区县长，3人一起登门。4人寒暄后，落座客厅。区县长红光满面，
哪个厂子的工人一进厂就能安排房子，还是带厨房带厕所的？这在南极绝对是独一份。那些不要名额的人毁的肠子都青了。电子厂才开工没多久，就已经名声传遍整个南极，还在向着周边县镇扩散。宋总，不知道你这些电子手表打算怎么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可以帮你把货铺在齐州的供销社。多谢贺主任，电子手表我打算卖到湘江。这次招工给宋明言带来的收益巨大，他直接抽中了一家位于戛纳的酒庄，100万美刀和湘江的山顶别墅。这里曾是总督专属居住区，如今是湘江有名的顶级富人区。我打算派陈家俊去湘江成立一个公司，电子手表的销售事宜都交给他负责。只要公司在湘江那边打响名声，能赚取的声望值不在少数。到时候公司在湘江的名声传回内地，声望值又能涨一回。可是宋先生，今年南边商交会已经过了，内地工厂的商品想要出口，基本上是通过参加商交会。我不走商交会，我有自己的渠道。宋先生，看来南极将迎来新的发展。齐州也有不少产业值得投资，如果宋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可以联系我。宋总，希望咱们以后有合作的机会。希望有这个机会。闲聊几句，三人起身告辞。宋明言把人送到门口，正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好像是乔光磊吧？他来咱们厂干什么？老板，他是来推销家具的。听说他注册了一家公司，他爸找了不少人，负责做家具，他负责出来拉客人。咱们厂子福利好，手头有钱，愿意打新家具的人不少。本来咱们厂子外人是进不来的，但是我想着他是熟人，又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就让人放进来了。我还收了他一张大团结。不过老板你放心，我让安保队的人盯着他的，他只能在宿舍那一片活动，没往咱们这边来。原本苟富贵办事得力，还准备奖励他，看来还是得敲打敲打。这个月的奖金取消，年底的奖金也暂时取消。苟富贵悔不当初，恨不得把当日贪小便宜的自己拎出来左右扇巴掌。你说你咋就这么贪财？不就是一张大团结吗？跟着老板几张大团结没有？现在好了，奖金没了，那奖金可不止一张大团结呀！他用左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右手。让你贪财！于建设看得嘿嘿一笑。苟富贵听到声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瞪我干啥？又不是我让你贪的。我看你有空在这瞪我，还不如赶紧把钱还回去，要不然回头老板就能找人换了你，看你上哪儿哭去。对，他撒腿就跑。乔光磊的一张大团结退了，人也被他赶出去。我们厂子不能随便放外人进来，收了你一张大团结可把我害惨了，以后你就在门口招揽生意，咋招呼我都不管，不能进去。没想到给富贵哥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对不住了，这钱我不能要回来，就当是我请富贵哥吃饭赔罪的。不用，你走吧。那我就把钱收下了。富贵哥，实在对不住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兄弟吃顿饭，聚一聚。你跟在大老板身边见识肯定比我多，我开了这个公司心里其实也没底，想听你说说。苟富贵又马不停蹄的回来。老板，人我已经赶走了，钱也退回去了。乔光磊进厂只是一件小事儿，但很多事儿都是从小事儿开始。如果他不服，那雇佣就只能到此为止了。现在看来，人还是可以用的，但还是得晾几天。苟富贵十分有危机感的察觉到了老板的冷淡，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也没烦宋明言，天天去催安装电话线的事儿。电话一装好，宋明言就给已经到湘江的陈家俊打了电话。老板，不出您所料，我们刚到就遇到了地痞混混收保护费，还好出发前带了不少的退伍老兵，3两下就把人干翻了。我现在顶着山顶别墅区神秘老板下属的身份开公司，上面基本上没什么人为难，底下的小混混也很好解决。如今公司已经注册好，还租下了一层大平层做办公室。不过老板，其实买一栋比直接租更划算，而且以后就算不做公司了也能租出去。有我观察，这里的房子肯定会升值。这个先不着急，我是不想买吗？我是没钱买。虽然名下有那么多不动产，可事实上手里就只有100万美刀现金，都花了玉刀师就完犊子了。不对，现在已经没有100万美刀了，花了50万给陈家俊注册公司打开市场，又给自己添了一辆车，手里也就只有20万左右了。不过陈家俊倒是挺敏锐。明言，你看，这是咱们厂子工人生产的，仓库都快装不下了。许县长之前说可以帮咱们把货铺到供销社，你说是不是得准备准备？大伯，不是跟你说了吗？销售的事儿你不用担心。这我咋能不担心？你把厂子交给我管，让我当厂长，我就得负责，不能让你这些钱都打了水漂啊！你看我愁的，白头发蹭蹭往外冒。我已经派我身边的陈家俊陈经理去了湘江，过几天他估计就会往你的办公室打电话要货了。咱们的电子表要卖到湘江，厂子要赚外汇。对，直接卖到湘江赚外汇。齐省的消费力不够大，要是只在省内售卖，恐怕要积压货物。要是卖到大城市去，没有牌子，愿意买的人也不多。先卖到湘江，再用湘江的品牌再打开市场。这我也不懂，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算是踏实了。梁厂长，你的任务很重啊，得多督促工人进行生产，
千万不要供不上货。好，好，好，我这就去。梁德海来时愁眉苦脸，走时雄赳赳气昂昂。回到办公室，把车间主管都叫了过来。接下来大家全力搞生产，咱们的手表要卖到湘江，质量一定得好好检查，不能坏了咱们南纪的名声。一批货物先行运往湘江。陈家俊拿着公司的名片，找到了正在举办选美比赛的电视台。我们这边愿意提供赞助，不需要什么广告词，让选手戴上我们的手表就行。你们这手表简约大方，跟市面上的电子手表不太一样，选美小姐戴上到也没什么问题。那就好，我个人还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好的，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观看选美比赛的湘江人民发现，每一个选美小姐手上好像都会戴一块手表，瞧着还怪好看的，但也没听他们介绍一下手表的情况，引得不少人十分好奇。陈家俊打了一通电话，跟宋明言商量。老爸，本地的大市场一时半会儿的打不开太多渠道，就算打开了，手表也会摆在不好的位置上，这不符合我们想要快速打开市场的目的。那我们就另辟蹊径，在九龙、旺角、油麻地、尖沙咀这些地方租门店，同时开业。打着选美小姐同款手表的声势，开业当天就有不少群众围观。哇，真的跟香蕉小姐手上戴的手表一模一样。你们这电子手表确实跟其他牌子的不一样，看着干干净净的，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是不是真的呀？我听说你们宣传是防水的，你们手表防水吗？每一家店铺的销售全都经过紧急培训，门口直接放着一盆水，把手表给泡进去，又拿出来演示给大家看。还真是防水的，平时戴着的老方便了。有人低头挑选，有人还在迟疑。你们手表这么好，咋不放到商超去卖？该不会是质量太差，寄不去吧？售货员微笑着解释，我们手表质量是好是坏，欢迎大家监督。目前暂定只在专卖店出售，大家买回去，如果在3个月之内出现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来这里售后。但如果手表放到商超售卖，客户要寻求售后服务时可能会比较麻烦。那你们还挺人性化，真的3个月包售后，坏了能赔。咱们华奥手表可以在此为大家做出承诺，只要在正规旗下购买的手表，3个月之内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过来修理，若修理不好直接退换，当然前提是非人为制造的损坏。仅用了1周时间，华奥手表已经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火爆。商超负责人纷纷打了电话过来，表示愿意铺货，并且会给一个好的位置，允许他们派遣售货员。陈家俊和各大商超的负责人敲定了合同后，立刻在电话里报喜。老板，送来的第一批货马上就要卖完了，得抓紧时间重新安排货运了。还好老板你让我租了小门店做咱们手表的专卖店，要是在大商场卖，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效果。3个月包售后的服务直接把本地的电子手表打得抬不起头。现在各大商超的经理都打电话表示愿意给咱们专门的柜台售卖电子表，我已经敲定了几家大型商超，等销售人培训好了，再把人派遣过去。做得很不错，我只是提了一个方向，具体落实还是靠你自己。有一点得注意，售后问题承诺了就得做到。柜台的服务人员必须得和专卖店一样经过培训，还得派人经常巡查，不能砸了口碑。是。电子厂最近加班情况十分严重，但大家伙痛并快乐着。宋奶奶最喜欢在大家吃饭的时候背着手巡逻，看大家伙都吃得那么香，就觉得自己监督后厨的活没白干。多吃好，多吃就能下力气干活，多为民研赚钱，为国家创汇。宋明言来食堂吃饭，发现老太太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拐杖，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宋奶奶手里的拐杖立马敲上去。饭没吃完就想到了，你才吃饱几天呀？敢这么浪费粮食，我看你是吃得太饱了。我这不是吃不下了吗？餐盘里还剩下1拳头的米饭，半拳头的蔬菜以及1小勺红烧肉和汤汁。吃不下谁叫你拿这么多？为了让大家都吃饱吃好，咱们厂的伙食可比别的地方便宜1半，你就这么暴打厂子？鉴于你性质恶劣，全厂通报批评，再被我抓到也不用罚款了，我老太太做主开除你，我儿子孙子应该不会反对。我肯定不会再浪费粮食了，我认罚。老太太每天都笑眯眯地看大家吃饭，一脸慈祥，这还是她第一次罚人。众人皆是面皮一紧，急忙看了看自己面前剩下的饭，有2粒米都要拨到嘴里。骂完气的老太太拿着棍，找了个凳子，就坐在食堂大门口盯着。最近咱们厂子的工人确实有些浪费的趋势了，前几年谁家能顿顿吃大米饭白馒头，更别说有肉有菜。老板，一个咱们厂的工人也太好了，在食堂吃基本上都是半价。现在咱们厂里的工人除非是为了换口味才会去外面吃，要不然基本在食堂解决，开火做饭的都没有几家。既然如此，从今天开始，食堂的饭菜恢复正常价格。我不是黑心的资本家，但也不能让人骑到头上。今天绝对不是第一例，只是恰巧被老太太抓住了。人是中午抓的，通报是下午发的，还顺便通知了食堂恢复原价的事。食堂的规矩一出，被老太太抓住的员工吓得胆颤心惊，生怕老板直接把他给开除了。当天晚上就拎着礼物去了老太太家中。厂长宿舍就在员工宿舍那块，梁家人这会儿正在吃晚饭。梁德海放下筷子，田军呐，你有什么事儿？田军都快哭出来了，手里拎着礼物就要往梁德海的脚边放。厂长，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浪费粮食了，求求你，千万别开除我。你这是贿赂，再不拿回去，我现在就把你开除了。田军连忙弯腰拿起了东西。厂长，我真知道错了，我知道我不该浪费食物，厂里罚我，我认了。只是求求您，千万别把我开除。谁说要把你开除了？已经通报批评，你不是受过罚了吗？一旁的梁光霞大概听明白了。我表哥人好，为咱们工人同志考虑，但大家的行为实在太过分了。我相信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么做。我表哥这次只是收回了食堂的半价优惠，下次说不准连食堂都给关了。但一码事是一码事，你已经受过惩罚，厂里不会开除你，要开除早开除了。你回去吧，以后好好做事，别再犯错。田军不敢走，一直拿眼睛瞅梁德海，眼见梁德海点头，这才欢天喜地的回去。吃饭时老太太并不在，她亲自熬了鸡汤，提到了小楼。快喝，奶奶给你熬的，补身体。瞧你这脸白的，太瘦了，最近累坏了吧？谢谢奶奶，太好喝了。你在国外啥好东西没吃过？奶奶的手艺自己清楚，哪有那么好喝？真的很好喝啊，别人做的哪有奶奶做的用心。眼看时间差不多，宋奶奶突然站起来。夜校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得去上课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奶奶，我送你。可拉倒吧，你那小汽车坐了想吐，还是我自己骑自行车方便。南纪赚了外汇，原本门可罗雀的国营宾馆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经常有工作人员出差赞助，最近还空降了一个关系户。刘经理被这关系户恶心的不行，一天天的闲的没事，天天在宾馆里说这要改那要改，哪来的钱给他们这么改？虽然对方只是主管，算是我的下级，但人家有关系，还不得不给面子。他只能委婉的提醒，没有多余的资金，对方没在瞎折腾，却盯上了来宾馆的南洋商人。窦英和冯松德两家是世交，一起做香料生意。前段时间冯家接了一个 F 国的大订单，眼看着时间快结束了，他们却还有一部分货物没运过去。窦兄，你说宋先生他能帮我吗？早知道就不该贪心，一下子接了这么一大笔单子，我都怀疑是不是 F 国的人知道收购橡胶的事，笃定我们不能把货物如约送到，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单子。订单要是完不成，我得把家产都给赔进去，我家老头子肯定得一病不起。窦英心里也没底。几次接触下来，宋明言看着温和有礼，开的厂子给工人待遇也好，但能有这么多身家的人，不肯定是个简单的，任何时候都讲究利益交换。两人着急的往外走，王主管突然热情的拦住了他们。二位先生应该是来咱们南纪考察投资的吧？想必二位也听说过了，我们南纪的电子手表都卖到湘江去了，可见我们厂子工人技术有多好。不是我吹嘘，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事。有什么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冯松德心里有事，没有耐性，径直朝外走。两人进了客厅和宋明言见面。冯松德的年纪大约在40左右，见了宋明言，却像10几年没见过的老朋友一样热情。哎呀，宋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可怜我空活了40多岁，还不如宋先生的本事。我可都听说了，如今湘江的华奥电子表卖的到处都是。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导出宋先生这么优秀的人。二位谬赞了。三人商业互吹，终究还是冯松德坐不住。宋先生，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实不相瞒，今日登门是有事相求。我托朋友打听到宋先生是联机海运的股东，不知道宋先生能不能帮我运一批货到 F 国。我在南洋也有些关系，可以帮宋先生把手表铺到南洋的各大商场。宋先生只需要派人过来管理，其他的不用操心。这就相当于把整个南洋的电子手表市场都让给宋明言，还帮他管理打通各处关系。看来这批货对冯松德确实很重要。如果往南洋铺货，有冯松德这样的地头蛇，确实能省掉80%以上的麻烦。当然可以了，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举手之劳嘛。多谢宋先生出手相助，以后宋先生有什么麻烦尽管找我。两人回去后又被王主管拦着，对方自以为十分热情，在两人看来跟苍蝇一样烦人。王主管，我想我们不需要你任何的帮助。刘经理急忙小跑着过来道歉。哎呦，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窦英和冯松德耳语几句话，他面色稍缓。看在宋先生的份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下不为例。刘经理心痛不已，偏偏王主管还不知好歹。等人走后，嘀嘀咕咕地说道：“这群傻帽，投资不找我打听情况，天天往外跑啥？还有，你干嘛跟他们那么低声下气的？咱们可是政府工作人员，你堂堂国营宾馆的经理，一群商人而已，你至于吗？”刘经理的拳头握了又握，对方还毫无知觉，在他耳边喋喋不休。我看你这经理做的跟太监似的，咱们南纪能出口手表，该是他们求着我们给他开厂赚钱的机会才对。你他妈才是傻帽！刘经理一拳打在他的眼眶上。老子忍你忍够了，人家投不投资得他们主动说，你天天扒拉的上去，人家早就嫌你烦了。什么叫低声下气？我们是国营宾馆的工作人员，要让客人感到宾至如归，这是我们的工作。况且还是你惹麻烦，老子在给你擦屁股呀！你这样的才是太监。你知不知道老子给你背了多少黑锅？自从你来后，老子给多少人道歉了，你知道吗？所有人都打电话来投诉，最后都是我给你处理的。你这个死太监！又是一拳打在对方的另外一只眼眶上，两只黑眼圈齐了。刘经理离开时，
王主管还愣在原地，后知后觉地感受到眼眶传来的疼痛，他捂了捂眼眶。姓刘的，你个王八蛋，打了人！刘经理有些后悔，站在电子手表厂门口，执着不前。回去道歉，顶多以后被训斥，也没什么上升渠道，赔点医药费，并且还要忍受那个苍蝇一样的玩意儿，时不时给他背黑锅，收拾烂摊子。想着想着，刘经理看了看远方的小楼，一咬牙，还是决定试一试。刘经理被带到了宋明言面前，二话不说，直接表明自己的来意。宋先生，不知道你身边缺不缺人帮忙打理生意？我虽不如陈经理那样精通多门语言，但我在国营宾馆工作了10几年，手里有不少政府部门的人脉，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刘经理面上看似侃侃而谈，自信不疑，实则心里一直在打鼓。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回去受窝囊气。一想到要和那个蠢货道歉，心里就憋屈。我想过要挖刘经理，但没开口，毕竟这时候大家更看重的还是铁饭碗。没想到他居然主动上门，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陈家俊一走，厂子生产由梁德海监督，但还是有很多事儿得自己亲自处理。都做老板了，还得自己干活，这也太励志了。送上门来的劳动力，没理由放过。欢迎。宋明言笑着站起来，伸出手。刘经理的嘴角向上扬，连肌肉都在颤抖着，伸手跟他握上。多谢老板。这就同意了，还没问问薪资待遇和工作内容呢。老板仁义，咱们整个南蓟县的人都知道，肯定不会亏待了我。至于工作内容，我就是老板身边的一块砖，老板哪里需要就哪里搬。陈经理的情况不一样，他在湘江，所以工资要按照那边的消费水准。你在国内，作为我的助理，主要帮我负责处理一些日常工作，薪资暂定150，跟其他人一样，有出差补贴，节假日有红包礼物，干得好也有奖金。刘经理嘴角的笑容压都压不住。好，这待遇可太好了，比我现在工资多了1倍。要知道待遇这么好，我早就走了，也不会遇上那种烦人的东西。苟富贵把人送出来，感慨万分，没想到能和国营宾馆的经理成为同事。刘大哥，咱们以后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狗老弟，你跟着宋先生的时间最久，以后得请你多多关照了。那有啥关不关照的？刘大哥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就是。回到国营宾馆，王主管两边眼眶擦了药，红红紫紫的，显得滑稽无比。还知道回来？我告诉你，你完蛋了。刘助理冷笑一声，一个只知道靠家里的废物。你神经搭错了，敢这么说我？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忍你很久了，每天只会指手画脚，晚上个个都嫌你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叫。不对，不是苍蝇，他们估计觉得你像屎一样，臭不可闻。你疯了，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我信，那又怎么样？老子不干了。刘助理十分潇洒，交接完手头的工作，打了报告走人。没过多久，刘助理从国营宾馆前同事那里听说，王主管家里把他调走了。接电话那天，领导在电话那头骂的可难听了，听说是投诉的人太多了，不单单是各个部门的，听说您不干了，外商也去投诉了，王主管他爸也被他连累受了罚。刘助理心里畅快，大方一回，请前同事吃了顿饭。麻烦了老板，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假货，客户买了假货，又来我们专营店维权，现在到处都在闹。我找人查过，是有人眼红我们的电子手表，一堆小作坊偷偷制作了向人兜售，我联合相关部门一起打压，但是这种小作坊就像雨后的春笋，层出不穷，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手表注册了专利，但这种专利对于那些小作坊来说根本没啥用，人家打一枪就换个地方，总有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去买。有几位湘江的商人向我递了邀请，说能帮我们解决，但是希望能请老板吃一顿饭。生意做得太大，终究还是让人眼红了。挂断了电话，宋明言对小楼里的人传达了出差的通知。到了湘江，下船时，苟富贵看着湘江繁华的港口，恍恍惚惚，这也太漂亮了。老板，接我们的人在哪？于建设指了个地方，陈家俊亲自举着牌，等人到了跟前才开口。老板，辛苦您跑一趟了。上了车子，一行人直奔宋明言在湘江的山顶别墅。具体情况说一说。到今天为止，每天还是有很多客人来专营店维权。我们自己租的店铺还好，商场里的专柜被围得水泄不通，影响到了商场周围商家的生意。已经有人投诉我们了，商场负责人也委婉提过，如果不能解决，我们可能会被赶出来。我已经向各个专营店的服务人员通知过，面对每一个投诉的客人都会热情的接待，帮他们区分手表真假，还以公司的名义和他们一起向湘江消费协会发起维权。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即使打了一批，还是会出现更多的盗版。一部分客人被安抚住，但更多的人不承认自己买的是假货，都想直接换货。我怀疑甚至有人专门故意制造了假货，来我们这里换真货。这些湘江人也太不要脸了吧！自己买的假货还想用破烂玩意儿换我们的真东西，要找应该也找那些做假货的呀。先前你说有人约我吃饭，能帮忙解决问题是怎么回事？都是本地有名的地头蛇。自从老板买下了山顶别墅，一直有人明里暗里的想打探老板的情况。老板之前跟我说过，不用隐藏，所以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透了出去。除了山顶别墅，还包括老板在南洋的别墅、联基海运的股东、内地投资人的情况，以及 M 国华侨富豪的身份。一些人想跟老板结交，他们表示愿意帮忙打击盗版，但他们大部分是帮派出身。打击盗版，恐怕做盗版做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些帮派成员吧。盗版我的手表，然后又假装示好说可以帮忙打击盗版，
或许故意拿假货来换的也是这些人，把我当成傻子了。告诉他们，吃饭就不用了。宋明言到的第二天，陈家俊一早就收到了下属的通知。老板，进入决赛圈的几位选美小姐被人赞助了电子手表的广告，跟我们的植入不一样，人家还有广告语。选美小姐电视台那边暗示我们，如果愿意给赞助费，也能帮我们手表打广告。不用理，先前借助审美小姐的热度，只是因为我们初来乍到。对了，老板，今早那几位商人不知道从哪儿打探到老板来湘江的事，又向我约见老板，直接回绝了。宋明言起身道：走吧，今天还有一位客人要见。宋明言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家高档餐厅，服务员把他们引到一间包厢，里面正坐着一个外国人。想必这位就是宋先生吧？真没想到酒庄的主人这么年轻。马尔斯·威廉姆斯十分热情地站起来和宋明言握手。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大概还不知道在哪里玩吧，哈哈。这位湘江的鬼佬高层是宋明言从戛纳酒庄的客户名单里找到的，酒庄成为宋明言的资产那一刻，关于酒庄的信息都能在系统中查到。联系到马尔斯时，对方十分热情地表示愿意见面。马尔斯，你太客气了，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事相求。No， 你先别说，让我猜猜你的请求，你是为了华奥电子表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请恕我先说声抱歉。听说宋你是在北美出生，你可能不太清楚湘江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版权可言，即使是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愿意给政府捐50万美刀用于打击盗版呢？70年代之后，湘江进入了高薪养廉政策，此时的湘江政府普通警员一个月薪水兑换成美刀大概是1500左右，高层差不多在1万左右，但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马尔斯立刻坐直了身体，脸上的笑容消失，变得严肃。宋，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在贿赂。马尔斯，这不是贿赂，这是我给湘江警署的捐赠，至于最后是怎么分配的，就不是我能管的了。你只有打击华奥手表盗版的诉求？当然，我可是守法公民。马尔斯看着宋明言，突然大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伸出手。宋，你可真是个有趣的人，你这个朋友我交了。宋明言也笑容满面站起来，伸手交握。支票稍后送到，我希望打击盗版的事情能尽快开始。两人相谈甚欢，宋明言还答应送他一批酒，算下来酒也价值10几万。马尔斯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陈家俊低声道：老爸，这个鬼佬太贪心了，我们给的是不是太多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完完全全就是在赔本做买卖。宋明言毫不在意。还是那句话，我根本不靠手表赚钱，靠的是声望值。事情搞得越大，才能赚得越多。今天给出去的，等到事情落定，我就能成倍的赚回来。他要是不贪心，我怎么能约得出来？此时，苟富贵从不远处小跑着过来，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相机。老板，照片拍好了。照片洗出来，里面全是宋明言跟马尔斯相谈甚欢的场面。官方公布宋明言捐赠50万美元给政府用于打击盗版的消息后，其他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湘江政府对宋明言先生的捐款表示感谢。华奥电子表幕后老板不满盗版猖獗，捐款50万美刀用于警署打击盗版。华裔神秘富豪与湘江高层马尔斯·威廉姆斯密见。神秘富豪声称，宁愿赔本也要打击所有盗版商家，势必让他们无路可逃，举报有奖。总之，宋明言彻底的在湘江人民面前火了。在出发前，宋明言安排刘助理去南阳出差，把南阳的别墅抵押给银行贷了90万美刀。系统确实说过固定资产不能买卖，但我又没买卖，就是向银行借贷而已。宋明言心中十分满意，可有人却不太满意。几位帮派出身的商人聚在一起，面前是一堆最近卖的最好的报纸，甚至一度把选美小姐的热度都给压了下去。这个宋明言到底是什么出身？湘江有山顶别墅，南阳也有机场，还认识马尔斯·威廉姆斯这鬼佬。我们几次约见全都被拒绝了，怕是人家早就看出来我们的手段了。管他是什么身份，到了湘江，是龙他就得握着，是虎他就得盘着。没脑子，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如果他继续给警署捐款，警署会不会全力针对我们？下面的人要不要吃饭？要是没饭吃，谁还跟你？我当初就说想结交就好好结交，你们非得想这种烂主意。盗版生意也有你的一份，别在这里装无辜。现在我们得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麻烦。宋明言肯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这点是肯定的。合同机下面的兄弟们最近都老实点。刀疤鬼，让你那群弟兄不要再去专卖店闹了。在金钱的驱动下，官方大力打压冒牌电子表的生存空间，端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作坊。陈家俊前脚才汇报专卖店闹事的人变少了，后脚帮派那边派了人来约见求和。不见，这才哪儿到哪？我撒出去那么多钱，就这么停下，还怎么赚声望值？帮派商人刀疤鬼收到了对方又拒绝见面的消息，怒气冲冲。这个姓宋的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我看他是不想活了，惹急了老子，我管他是什么身份。说来说去，也是我们理亏在先，为了逼他和我们见面，让他看中我们，故意搞出这样的事儿。现在手底下的兄弟不好管，还把人给得罪了。最近他们手下不少人都被警署端了窝点抓进去，底下闹得沸沸扬扬，大多数人都是刀疤鬼的想法。管他姓宋的是什么身份，百刀几进，照样红刀几出。宋明言现在是湘江警署的红人，你们动他，不想混了吗？
那又怎么样？到时候随便找个替死鬼丢出去就是。有小弟匆匆的跑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大哥，不好了！你他妈的才不好！刀疤鬼一巴掌拍在小弟的脑袋上，抢过对方手里的报纸，匆匆扫过，直接气得脸色涨红，一拳捶在桌子上。他妈的，这个姓宋的简直不要脸！宋明言在报纸上发了声明：我最近因为打击盗版得罪了本地的帮派，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伤害，一定是那些利益受损的人做的。一旦我死亡，谁能为我报仇，就能得到1000万美刀的报酬。面对讲规矩的人，我就是个守规矩的生意人。如果对方不讲规矩，我和南阳的商人也很熟悉。最后声明，如果有谁检举任何危害我生命安全的行动，如果查实，能获得少则几万，多则100万的奖励。他在恐吓我们？什么南洋商人？不就是在说东南亚的雇佣兵吗？这还怎么搞？不好，得赶紧派人跟着姓宋的。要是别人把人杀了，赖到我们头上怎么办？报纸上已经点名说得罪了本地帮派，宋明言要是出事，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是我们。刀疤鬼和张展鹏这几个帮派商人坐不住了，隔三差五约见宋明言，态度越来越低，想办法让人给宋明言递消息。最后没法子，想到宋明言跟马尔斯见过，私底下花钱请了对方帮忙。这次他们约见宋明言成功了。宋，你真是我的财神爷，又给我送了一笔。那群烂仔给的钱，你确定真的不分一半吗？既然是给你的，那我当然不能夺人所爱。好吧，好吧，知道你看不上这点小钱，宋，以后有这样的好事记得找我，你知道的，我们是朋友。放心，马尔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来到了山顶别墅，刀疤鬼几人忍着怒气，身上被搜个一干二净。于建设和刘大壮带着他们进入，落座就有人端了茶水上来。结束了跟马尔斯的谈话，宋明言来到客厅时已经过去了半小时。抱歉，临时有事耽误了些功夫。众人寒暄几句，一一落座。张展鹏默默地观察着宋明言。明明两方已经闹成这样，这宋明言还跟个没事人一样。有钱人的脸皮果然不一般，不好对付呀。宋明言也同样在端详他们。跟查来的消息差不多，其他的没什么脑子。比较出挑的是刀疤鬼，这人能砍能打。另一个就是张展鹏，绰号老虎鹏。别看着现在斯斯文文，听说以前江湖火拼，砍起人来不弱于刀疤鬼。宋先生，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解决一桩误会。张展鹏推了推眼镜，微笑着说道：既然是误会，说开了就好。张展鹏深吸了一口气，旁边的刀疤鬼有些坐不住，豁然站起，还不等他有任何动作，一把刀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只要对方轻轻一用力，他就会成为真正的死扑街。兄弟，我就是腿麻了，站起来放松放松，没必要吧？于建设看了一眼宋明言，见对方点头，这才收回匕首。手下人过于敏感了，还请见谅。刀疤鬼坐回沙发上，后背湿了一大块，勉强挤出笑容。没事的。心中咆哮，有事，老子差点死了。这几个保镖是真敢杀人，手上肯定沾过血。场面又有些僵住了。原本还想留点面子，可现在看来，如果不低头，对面是一点也不能让步了。宋明言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可人家有的是钱，大不了生意不做了，专门花钱针对我们，到时候谁受得了？到时候恐怕下面想上位的人都会盯着他们的脑袋。宋先生，我替我们大家伙跟您道歉了，之前确实是我们不对，故意盗版又让人去闹事，逼你跟我们见面。后来我们也约束过手底下的人，但大家实在不富裕，我们根本不可能管到每个人。我们手底下的兄弟很多都被关押了，假货作坊也被端了，警署方面盯得紧，还连累了我们其他的生意。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怪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告诉宋先生，我们的损失也不小。以后我们会约束手底下的人，绝对不搞宋先生的产品假货，谁敢乱来，我先收拾他。搞不搞其他人的那就不一定了。刀疤鬼瞟了一眼盯着他脖子转匕首的于建设，紧跟着表态：我也是。宋明言抬眼一一扫过，其他人也跟着附和。几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别墅。苟富贵有些不理解：老板就这么让他们走了？老板你实在太仁义了，为了收拾他们，老板可花了不少钱，吃大亏了。一点也不吃亏，帮派商人向神秘富豪求和，今天的新闻传出去，还能再大赚一笔。总之，湘江这一趟来值了。刀疤鬼几人也在感慨：原本想着花些钱才能平事，没想到对方压根没要我们的钱，说讲和就讲和。这位宋先生实在太仁义了，我刀疤鬼服了。其他人也连连点头。宋明言忙着在湘江搞事情赚声望，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王和跟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后厨帮忙，洗菜时突然呕吐，没过一会儿面色苍白，整个人一头栽倒在地上。其他人手忙脚乱，连忙把他送去医院。家里人陆陆续续的赶去医院，直接让医生帮忙做检查。病人得了胆囊炎，需要尽快做手术。这个手术难度比较高，我们县医院没有这个水平，病人得去省里做。如果省里不行的话，就得京城做手术。我们现在就去省里。不行，那得花多少钱？家里好不容易攒了些家底，不能这么浪费，吃点药就行了。你是医生吗？我老太太还活着呢，家里轮不到你做主。你要是实在不想见孩子，不想过好日子，你就折腾吧。没这么严重吧？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妈，你太过分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大家说？医生说你这次是痛晕过去的，你之前就一直在扛着，钱没了怕什么？咱们现在都有工作，没了就赚，你要是没了，咱们家就没了。王和被众人说动，直接去省城齐州治疗，一番检查下来，结果却不尽人意。没多久，宋明言知道了王和生病需要手术的事。前世宋奶奶痛苦的老年生活，是从儿子梁德海因工伤断腿，没拿到赔偿就选择自杀，不连累家里人开始。后来家人陆续去世，宋奶奶每次回忆时眼里充满了哀伤。我从来不敢问，所以大伯娘是因为胆囊炎去世。想到这里，他当即打电话：陈经理，你先去找好医院和医生，等我大伯娘到了，立刻安排手术。好的，老板。还有通知刘助理，解决完贷款回到南极县，就买票送人来湘江。明白，我这就安排。为了用最快速度把人送过去，刘助理找到区县长，对方二话不说就帮他们订了票。刘助理拿着票，连夜让司机开车找到了还在省医院的宋奶奶他们。接上王和和梁光霞先上了火车，一路南下，转车上船。下了船，母女俩手紧紧地牵着，寸步不离地跟着刘助理。这趟船提前2个小时到了，有几个人看到他们2个女人跟一个中年男人站了半天，互相使了个眼色，靠上前用普通话打招呼：你好，你好，你们是内地来的吗？对，出门在外，难得遇到咱们自己人，你们要干什么？我帮你们吧。我们在等人，不用了。都是老乡，别这么客气。说着，几人就抬手抢过他们手上的行李。你们想干嘛？抢劫啊！光天化日有人抢劫啊！救命啊！我表哥是花奥手表的大老板，你们敢乱来，他肯定收拾你们。干你娘！正拽着梁光霞行李的男子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踹倒在地，额头一道刀疤的男人身后又出现几个小弟，对着这几人拳打脚踢。摔着，以后眼睛放亮点，不该动的人别动。几人连滚带爬的跑了，刀疤鬼自以为和善的笑着朝3人走去。刘助理立刻把母女俩拉在身后：三位别怕，小姑娘，你刚才说华奥老板是你表哥，太巧了，我跟你表哥认识，我们是熟人来的。梁光霞更害怕了，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这时，不远处传来的汽车鸣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汽车降下车窗，梁光霞看到车里的人，眼睛瞬间亮了。表哥，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刘助理简单解释了刚才的情况。宋明言对一旁的刀疤鬼点了点头，笑容真诚了几分。多谢了，回头请你吃饭。不用了，不用了，顺手的事，我哪能看宋先生的家人出事？宋先生，你有事就先忙吧。对了，要不要我帮您去收拾那群不长眼的？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希望以后的同胞来湘江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不麻烦，不麻烦。车子是陈家俊来湘江之后置办的，为了接人，10辆车子全部开出来，除了陈家俊和宋明言之外，全是保镖。到了别墅，母女更是紧张的脚都不敢踩进去。都坐下吧，愣着干什么？梁光霞拉着母亲坐在沙发上，宋明言让人给梁光霞上了可乐，给王和上了一杯白水。大伯娘，我也不清楚你这个病有没有什么忌口，你先白开水吧，等病好了要什么咱们再去买。哎，好好好。表哥，这可乐还挺好喝的，甜甜的，就是有点扎舌头。走的时候给你买些带回去。那也太破费了。表哥差这点钱吗？知道表哥是大富豪，但是光送可乐可表现不出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再买一些东西，给全家人都捎上礼物，包括你的。梁光霞母女俩在别墅住了一晚，第二天宋明言就给王和安排了医院做检查。听到这里的医生说能治，王和提着的心放下了。刀疤鬼找了张展鹏，两人一合计，配合警方直接把那群专门骗内地人的团伙端了。如果不是宋先生，警方肯定没这么容易跟我们配合。你这不是废话吗？事情解决了，要不要去告诉宋老板？让人通知一下就行。华奥手表大力打击盗版，又有宋明言这个自带话题的老板搞出的一系列事情，优秀的服务质量，还帮那些被盗版电子手表骗了的人维权，尽心招待，销售额节节攀升。宋明言看了看陈家俊送上来的报表，表示十分满意。老板，刀疤鬼派小弟传消息，你安排他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知道了，你让人问问刀疤鬼他们什么时候有空，然后订个包厢。好的，老板。陈家俊退出去以后，苟富贵被叫了过来。你跑一趟，让报社把警方联合刀疤鬼打击蛇头的新闻着重报道，最好让人采访一下刀疤鬼为什么会主动打击蛇头势力。老板放心，包在我身上。苟富贵做这种事已经轻车熟路了，几家跟他们合作过的报社一听又有钱拿，二话不说，加班加点写稿子。帮派成员联合警方打击蛇头，背后原因竟然是他。华奥老板宋明言冲冠一怒为亲人，刀疤鬼背后的那个男人。总之最后，不管是爱看大报社报纸的，还是爱看花边小报的，在宋明言的金钱开导下，也一定听过华奥老板的事迹。宋明言查看了一下一直蹭蹭往上涨的声望值，心情十分愉悦。包厢里，刀疤鬼和张展鹏两人应约而来，坐在他的对面。宋先生，都是一些小事，用不着特意请我们吃饭。对，一些小事，为了打击那群蛇头，小底下10几个兄弟都受了伤，躺在医院，天天都要医药费，还得给伤员营养费，要是不给，以后谁还替你卖命？我知道这会打击蛇头，你们损失不小。我这个人十分讲究，既然你们是为我办事，我不会让你们吃亏。
宋先生说的哪里话？配合警方打击罪犯，湘江市民人人有责。那这顿饭就当我的谢礼，吃完你们就回去吧。见对方似乎不像是在说假话，两人面面相觑。宋明言嘴角微勾，调侃道：“开个玩笑。”张展鹏最先反应过来，脸上的僵硬神色变得自然。哈哈，确实很好笑。刀疤鬼被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呵呵一声，面色僵硬。是啊是啊，吓死老子了。服务员陆续上菜，三个人边吃边聊。我打算开一家运输公司，在内地和湘江跨区域运输，你们有没有兴趣？刀疤鬼摸不清楚宋明言什么意思，他用眼神询问张展鹏，对方也搞不清楚。宋先生，不瞒你说，我们两个都是粗人，实在想不通内地有什么赚钱的地方。宋明言调查过刀疤鬼和张展鹏，两人在此时的湘江帮派人物中能够想到做一些正经生意，已经证明他们有想洗白的想法，且两人手上从来没有沾过赌。此时的内地运输环境十分不佳，出门一趟就能遇上不知多少路霸。跑运输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要是遇上狠的，连命都能搭上。运气好的话，把货物留下就能走。这两人手底下的兄弟个个都是混子，用这些混子去对付路霸，那就是以毒攻毒。要是干得好，等到80年代后期还能去北方赚一票大的。那些单打独斗的哪有他们这种成群结队的物流运输公司赚得多？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宋明言给这些混子找活干，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湘江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钱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如今内地市场开放，以后政策会越来越好。从湘江运输紧俏商品到内地售卖，再从内地运农副产品到湘江，一来一回绝对不会亏本。宋先生，你也别怪我们问题多，主要是我们两个家大业大，手底下跟着一群兄弟要吃饭。既然你说有的赚，那我们就相信。具体怎么做？对，我也是这么想的。给别人打工，终究不如给自己做。我是这么想的。我出大头成立运输公司，占股51%，剩下的你们两个分。具体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商量。运输公司的司机也可以交给你们来安排，但我有一个要求，既然干了正行，就得给我遵纪守法。湘江有湘江的规矩，内地有内地的法律，谁要是犯了错，我一定会主动扭送公安。当然，要是跑运输途中出现了什么事，我们都有正规的保险来保证司机的权利。勤快一些，司机1月赚18000港币不是什么问题。两人对这门生意没什么概念，听他这么一说，顿时震惊了。司机1个月就能赚18000，那他们投资入股1个月能赚多少？多谢宋先生，不知道宋先生您还有什么要求？张展鹏豁然站起来干了一杯酒。要求我前面已经说过了，那就再补充一条，运输队的司机你们要仔细筛选，必须要人品可靠。内地的法律你们是知道的，千万别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如果没筛查好，把所有人饭碗都砸了，对大家都没好处。这点钱我不在乎，但如果你们也不在乎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宋先生放心，我一定会亲自挑选。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公司注册还得准备一段时间，货车采购也要时间，钱我已经先垫付了，你们把自己该交的钱准备好。如果吃不下太多股份，也可以放弃。吃得下，吃得下。老虎王，你是不是疯了？200万港币，我怎么拿得出来？你还差多少？还差60-70万。我借给你。你哪有那么多现金？借给我，你自己不要股份了。我把几家夜总会的份子卖了就够了。你疯了？要是卖了，这边又赚不到钱，你到时候气自己啊！我告诉你，别想找我借，我顶多管你吃饭。我说你是不是蠢猪？摆明了大赚的生意，你还怀疑？人家宋先生是什么老板？他说能赚钱的买卖，能差得了吗？你没听宋老板的话吗？钱他已经先垫够了，卡车都下单了。如果我们拿不出钱，他一个人也能干。你说他为什么要拉上我们？还不是因为你走狗屎运帮了宋先生一个忙，人家是感谢才特意拉上了我们。我感觉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洗白的好机会了。夜总会反正也不算什么正经生意，份子卖了就卖了，正好干干净净的赚钱。你难道想40-50岁还在江湖打打杀杀，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就不想让你爹妈以你为傲？刀疤鬼沉默了一会儿，坚定道：干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不管咋样，我跟了。这就对了。不过这件事儿暂时还没落地，先不要跟旁人说。其他几个人呢？不要跟他们说一声吗？这件事瞒不过，说肯定是要说的。我们先把股份吃下来，等他们来找的时候，可以稍微加价给他们些，总不好吃独食。可以给股份，但他们得把手里不干净的生意都停了。还有就是司机人选，我们得亲自选，有案底的绝对不能要，内地查得很严。两人开始砸锅卖铁的筹钱，厂里的梁光泉采购卡车的事情也落实了。高哥，咱们用外汇交易，卡车厂主动提前给我们出货，今天就能出厂。他们给派了司机，开到南边还要几天。我待会儿给你一个地址，你让他们把车开到地方，有人会接收。宋明言挂断了电话，苟富贵拿了一张报纸走进来。老板，你看今天的报纸，刀疤鬼他们帮我们打了造假窝点，经过警方确认了，奖金都发下去了。宋明言接过报纸一看，最近2天打掉的窝点确实不少。老板，他们是不是在向你示好？你说呢？这两人是在动其他帮派人的饭碗啊！这群人还真是有奶就是娘。老板，要我说咱们自己的钱就够开公司了，干嘛还分给他们？你要是动，那你不成老板了。说的也对。
货车到了南边，刘助理以前的人脉帮忙接收，暂时找了人看守。公司筹备期间，王和的手术顺利完成，又在医院养了一段时间。临近过年，大家伙归心似箭。有什么想买的，今天都出去买齐，明天准时回家。太好了，谢谢老板。宋明言给他们放了假，保镖分批次出去购物，只有于建设没出去，要买的东西都托刘大壮帮他带回。第二天上飞机时，每个人身上都大包小包。上飞机后，个个兴奋不已。妈，你看咱们飞得跟云一样高。苟富贵得了宋明言的允许，又把相机拿出来拍了外面的景色，里面还有更多在湘江拍的景色。表哥，狗哥拍的照片，回头能不能送我一份？每个人都有，回头洗出来给你们一人送一份。爸，奶奶。下了车见到全家人，梁光霞呲溜一下冲了出去。宋奶奶丢下手里影响她速度的拐杖，迅速走到了宋明言身边。明言，咋还瘦了？走走走，奶奶给你准备了野山参炖鸡汤，好好补补。梁德海含蓄地观察着王和，主动用手搀扶他的胳膊。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全身都有劲，你还学会关心人了。娃都在呢。大家热热闹闹的回了家，路上遇到的工人都热情跟他们打招呼。厂长的媳妇没事了，老板也回来了，马上快过年了，大家都盼着过年礼呢。采购办这边十分忙碌，宋明言没回来那会儿，梁德海也不知道该采买些什么。原本想照着别的厂子照猫画虎的发放一些搪瓷盆和暖水瓶之类的，现在宋明言做主，又加了不少东西。采买负责人看着采购清单，笑容都快压不住了。厂长，真要买这么多东西？老板定下了，去买吧。嘿，好嘞。王和一听厂子准备发年礼了，感觉身体恢复的差不多，表示要立马上班。你的工作换了，医生不是说了你这个病以后不能过度操劳吗？你就负责做仓库的保管员吧。王和眼睛亮了又亮，那么轻松的活，他老早就盯着了。没想到生了一次病还有这么大的好处。让你去当仓库保管员，真是老鼠掉进了大米缸，你可不准给我坚守自盗。那哪能啊，我指定给明言看好仓库。奶奶，你学习进步很大呀，都知道坚守自盗这个成语了。瞧不起谁呢？我天天上夜校，我可是班里的学习积极分子。奶奶，我觉得您就是被耽误了，要是有条件的话，指定也是个大学生。梁光霞冲他竖了个大拇指，把老太太哄得笑意连连。采购年礼的事，全场的工人都竖着耳朵在打听，看着一车又一车的物资运回来，个个干劲更足了。直到他们听说厂子里的活要外包出去一部分。咋回事儿呀？咱们厂里的活干嘛要给别人干？我们干得过来。对呀，大家三班倒，多加班就能把活干完了，活给别人干，咱们厂里咋挣钱？车间主任安抚道。对于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咱们厂长和老板都看在眼里。这段时间以来，大家几乎是三班倒，人停机器不停，就为了保证充足的供货，老板也心疼大家伙。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的订单，在过年前得全力赶出一批，仅靠咱们厂里速度是够不上的，所以厂里才想着分一批出去给其他厂帮忙加工，也让其他厂的工人能过个好年，同时也让咱们工人同志能有喘口气儿的机会，好好准备过年。宋明言来宋奶奶这里吃饭时，梁德海正好给他汇报工作。大家伙对于把订单分给其他厂都没什么意见，都是好同志，自己过好了，也想其他厂的工人同志能有个好年。几个代加工的厂子都表示想约你吃顿饭，感激我们厂子给他们的订单。还有曲县长，他托我向你表达感谢，听说曲县长明年就要升正县长了。吃饭就不用了，这是正常的交易，大家互惠互利。但是他们厂子生产的零件一定得好好检查质量，要是不过关，下次合作就需要再考虑。曲县长那边我回头给打电话。放心吧，老板，我肯定好好盯着。大伯，在家里叫名字就行。叫习惯了。过年前7天，工厂生产全部停了。一早上，大家穿戴整齐，来到厂子开大会的操场上，等着领年礼。此时操场上已经堆满了一箱一箱的货，来得晚的只能站在后面踮着脚看。急啥呀？你踩到我的脚了。咱们厂子发啥呀？怎么看不到？我听说给咱们代加工的厂子都发过年礼了，有暖水壶呢。他们厂都能发暖水壶，咱们厂的肯定更多。没看负责采购的最近忙的脚都没落过地，食堂都见不着人了，听说是去人家厂里吃了。咱们厂的福利这么好，这几个月都忙，一个月就能赚到平时2、3个月都赚不到的钱。过年的奖金多的有1个月，少的也有半个月的工资，已经够好了。要我说不发也行。你们家咋还把自行车都给推来了？回去也没2步路呀，10分钟就到了。我邻居是采购部的，听他说今年咱们厂子的年礼可丰富了，不用车子可能搬不回去，特意推了自行车过来。真的假的？其他人听了一耳朵，家里没有自行车的小跑回去，找了个小拖车。等他们再回来时，宋明言已经到了，正在上面讲话。好了，过去的几个月，大家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厂子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干活的工人。闲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大家最喜欢的环节——发放年礼。厂里暂定
每个工人都有一个搪瓷盆、一个热水壶、1桶食用油、1袋20斤的面粉、5斤猪肉、鸡蛋50个、1盒核桃酥、1盒香蕉的饼干、1箱橘子、1箱苹果。下面气氛热烈，工人恨不得把手掌都拍烂。如果顶上有棚的话，恐怕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掀翻。外头围观的人也听到了宋明言喇叭里的话，兴奋的跺脚。哎呀，我这自行车没白推来，要是不推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我和我儿子可咋拿走这么多东西？我就没见过这么大方的老板。等我儿子长大，我也要让他考咱们厂的工人。大家以为就到这里了吗？还有呢，刚才我说了，厂子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工人。除了刚才讲的，咱们厂还会评出表现最好的前20名，每个人都能得到1块电子手表。电子手表是咱们自己厂子生产的，总不能自家人都没用过吧？接二连三的惊喜把大家搞得晕乎乎的，脸上只剩下傻笑了。手表卖到香江的价钱大家也知道个大概，换成人民币差不多得400多块钱，价钱贵，还是出口的。总之，南极电子手表厂又一次火了。过年当天，年夜饭摆了一大桌子鸡鸭鱼肉，还有海鲜。海鲜是张展鹏他们让人送过来的过年礼，还传过话来，司机人选都搞定了，可以来往两地，卡车再培训一段时间也能出师了。今年就这么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希望来年大家也能平平安安。宋奶奶苍老但不浑浊的眼睛和蔼地看向众人。回到小楼，宋奶奶、梁德海和王和给的红包都被宋明言放在了办公室的柜子里，上了锁，钱不多，但都是亲人真心的祝。过完年，大家迫不及待地开始上工，还没等他们开始卖力气，厂子里又发福利了。这是厂服吗？用手摸着很厚实，一看就是十分扎实的棉衣。王和在仓库里盯着发放，不允许任何人多拿。对，老板说了，为了表示咱们厂的团结和精神面貌，工作时间最好穿工作服。老板为了给咱们定制这些厚实的棉衣，可花了不少钱。后面还有春天、夏天的，都有一套。等到货了，大家再来领。冬天的厂服，大家1人2套，都给我排队。王和发完衣服，找到宋明言汇报。明言，衣服都给发下去了，大家伙可高兴了。放了那么多棉花，冬衣很厚实，每个人拿了都要说几声感谢老板之类的话。好多人为了占便宜，故意想拿大号，都被我骂回去了。大伯娘做得很好，仓库保管员就得这样。得了宋明言的肯定，王和心里那叫一个美。老板，电子手表在过年时销售量又涨了一回，过年一结束，销售额慢慢下滑，一些大牌子也陆续推出了防水手表，保修的承诺也开始越来越多。听完陈家俊在电话里的汇报，宋明言用手敲了敲桌面。没事，马上就有2代手表发过去了，做好宣传准备，一会儿我把产品具体情况传真给你。好的，老板。还有一件事，刀疤鬼他们托我传话，司机已经训练好了，告诉他们下个星期我会让刘豪去湘江检查。挂断电话，他让苟富贵去把梁德海和刘助理都叫进了书房。手表需要更新换代了，我打算推出华奥手表2代，这是我让人帮忙设计的外观，手表跟表带分离，喜欢什么颜色的表带都可以随时更换，让购物者更有新鲜感。这一款手表的客户群体是年轻人，这瞧着花里胡哨的，能行吗？年轻人喜欢就好，跟一代的产品针对人群不一样。紧，一会儿我会通知下去。还有一件事，表带的制作，我打算推出几款编织类型的，你看看应该怎么处理？咱们厂里没有编织的机器，其他厂子倒是有，可是这东西手编不值钱，用机器才贵。要不让县里闲在家里没事的人帮咱们编，既能帮咱们厂子省钱，也能让大家都记着你的好。大伯，交给你来安排。梁德海出了小楼，立刻回厂里召集人做好2代手表的生产准备。刀疤鬼他们1日3趟的往陈家俊的公司跑。陈经理啊，不是我催你，实在是手底下一群兄弟等着吃饭。老板说了，下周刘豪刘助理会亲自过来一趟。我可跟你们说，内地跟湘江不同，那里的土地面积比湘江不知道大了多少。如果不好好训练司机，到时候车子熄火了，根本找不到人帮忙修，一车的货物就完了。刀疤鬼眼神有些闪躲。都培训好了，专门高价请的人。陈经理，那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走了。他脚步匆匆地朝外走去，门口蹲着的小弟立刻站起来跟上。大哥，怎么说？什么时候能挣钱？刀疤鬼拍了一下他后脑勺。不接债，挣什么钱？修车学会了吗？不学会修车，把老几的车开坏了，你们打包卖了都赔不起。走，马上跟我回去学。下周宋先生就会派人过来，肯定是来检查你们技术的。要是没通过，想开工还有的等呢。东西运过来运回去都要有人帮忙售卖，湘江那边陈家俊帮忙处理，有宋明言当靠山，找到销售内地农产品的地方十分容易。在内地销售湘江的货物就需要靠刘豪来处理。老板，都解决了，外省国营商面的还在犹犹豫豫，咱们省内的几乎全部同意了，还有个体工商户也订了一些货，但外省的我实在帮不上忙。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刘助理，有你帮忙，我省了不知多少功夫。你知道我是商人，如果你不值得，我不可能给你那么高的薪资。新开的物流公司马上就要营业了，下周你去趟湘江检查一下，我估计他们修车技术应该不过关，前期需要一些老司机帮忙跟着，这些人去哪里找都得你来负责。老板放心，我马上就去办。不过老板，那些老司机算临时工，还是可以长久聘用。如果能留下当然更好，
上上下下的人都是湘江刀疤鬼他们安排的，时间久了，难免会生出一些麻烦。安排一些内地的老司机跟车，有备无患。宋老板又给大家发福利了，大家伙都仔细听着，厂里发绳子给大家伙编织表带，表带什么样都有图案，照着编就行。不同的图案有不同的价钱，最简单的图案编一条表带也能赚5毛钱。围观的女人激动万分，纷纷往前挤。真能给5毛钱？这么简单的图案，我一天就能编织好几条。咱们宋老板还能骗大家，只要你编得出来，我们就收，不过不能有瑕疵。你们这图案瞧着也不难呀，我还知道一种更漂亮的编织图案，你们要不要？负责管理编制工作的谢一书看了一眼过来凑热闹的宋明言，对方冲他点了点头，转头对小姑娘说道：得先见到成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会采用，如果是你们自己首创，我还会给你们一笔奖励，用于买断这个图案。我马上就回去拿。其他人如果有自己创新的图案，也可以拿来审核，只要通过就有奖金。一处偏僻阴暗的小巷，街道工作人员敲响了摇摇欲坠的门。张老太，等了一会儿，里面才打开，是一个头发有些乱糟的老太太。市里干事啊，对不住了，家里还没收拾呢。街道干事并没有在意。你家这个门好像要坏了，待会我让人来给你修一修。今天找你是有件好事，咱们县的手表厂你知道吧？厂子出彩线，让人编织图案，编一条能给5毛钱，一天起码也能赚个2、3块，比你出去卖冰棍赚的还多。大冬天的你就别出去了，在家里编吧。你看，绳子我都给你带来了。张老太感激的想要当场跪下，眼眶湿润。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说什么谢不谢，要谢也该谢宋明言、宋先生还有咱们区县长。李干事急忙把老太太拉起。县长一听说这事就找了宋先生，宋先生立刻就同意了。你腿脚不好，也不用出门，编好了到时候还是我来收，尽量白天做，要不然图案没编好我可不收啊，不能浪费县长和宋明言先生的好意。我老太婆要是故意浪费，就天打雷劈。都给我精神点，待会儿刘助理过来检查的时候，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不准满嘴脏话，要有素质懂吗？知道什么是素质吗？宋伟涛，干嘛的？不是让你把头发染回来吗？你怎么把头都剃了？老大，染头发太贵，直接剃了省事。你他妈的！老大，素质。我丢你！老子担心你吃不上这碗饭你的。老大，又怎么了？老子就是没素质。小弟一脸无辜的看着他，抹了抹脸上的唾沫。刘助理从人群中走出来，张展鹏跟在一旁，恨铁不成钢的瞪着他。刀疤鬼脸上的怒气霎时僵硬在原地。张展鹏负责去接人，刀疤鬼负责留下训话。这是一早就安排好的事，原本想给刘豪留个好印象，没想到直接让人看到他们最没素质的一面。刀疤鬼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那个什么，底下兄弟不听话，骂一骂，省得不懂规矩。刘助理，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好相处的。没事，看大家精神面貌都不错，想必二位最近下了不少功夫。对呀，你不晓得这群扑 gay 有多准，非得又打又骂才行。他们自己要转正行做司机，害我曹新德天天上火，我都整他们爹妈了。你看我这嘴角的泡都还没下去，光是让他们学会安全驾驶，棍子我都打断了2根，教他们的人被他们凶神恶煞的扑街模样吓跑了2个，可怜我还没赚钱就已经背上债了。说好的呀，蠢猪，说他们蠢，说他们笨，能通过吗？刀疤鬼把肚子里的苦水全部都倒了出来，才发现张展鹏死死地盯着他。他一个机灵，瞬间反应过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刘豪的脸色。我能下去看一看吗？可以。几个预备司机全部都挺胸抬头，挨个等着刘豪检查。刘豪一路看过去，脚步停在孙伟涛旁边，似乎是在犹豫。刀疤鬼有些着急，急忙跟上去。刘助理，他是孙伟涛，是我手下的小弟，跟了我1年多了，人品我也了解，没有碰过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一心想做正事，绝对合格。笨是笨了一点，但他十分努力，绝对不会拖后腿。他一脚踹在孙伟涛的腿上。快给刘助理说说，你会不会拖后腿？绝对不会。刘豪被他的大嗓门炸得耳朵痛，抬手揉了揉。既然刀老板说了，我肯定相信。刘助理，你这兄弟我教了。那看看他们的驾驶技术和修车技术吧。技术肯定没问题。刘助理下了飞机就过来，一路也累了吧？要不咱们去吃顿饭再说。我这一趟过来任务重大，吃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还是先看一看他们的技术吧。空旷的场地上，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依次驾驶着。刘豪一一观察过去，他带来了2个人，这2人会时不时凑到他耳朵旁小声说话。这2个人是干什么的？没来得及问。你这工作怎么做的？还接人，接的什么人都不清楚。省省吧，我还没说你呢，别说了，想想待会儿怎么过关吧。这2人自是刘豪挖来的老司机，带他们过来也是为了帮忙检验一下。驾驶技术虽然有些生疏，但整体还算过关，跑短途没问题，要是跑长途的话，恐怕还得练一练。等他们测试结束，你们去试一试他们的修车技术到什么程度了。2位师傅点了点头。一番测试下来，大部分人都只会一些皮毛，小部分的就更不用说了。看来他们并没有跑长途的能力。刀疤鬼2人都笑不出来。这时间太短了，以后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开车。
如果车子半路抛锚，荒无人烟，遗失的货物怎么办？遇到路霸怎么办？不能按时交货怎么办？按照我们那边的要求，想要出师，起码得1-2年。但老板也考虑到你们的实际情况，估计赶不了那么久。这2位是老板花大价钱请的国营厂老师傅，都有10年左右的货车长途经验，还有几个没有跟着一起来。老板的意思是这样的，知道大家着急赚钱，但也不能就这么上，不然不仅赚不了钱，可能还会赔钱。所以这些老师傅会帮忙押车，路上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也能处理。大家可以一边跑运输，一边跟老师傅学习，赚钱学习两不耽误。宋明言原本是不想把车队搞成了2人的一言堂，这么一来，就成了宋明言为了他们赚钱着想，特意安排了老师傅帮忙带车。我刀八鬼这辈子谁都不服，就服宋先生。以后宋先生想赶谁，我绝不手软。麻烦刘助理替我表达谢意，这门生意我们一定好好经营，绝对不会辜负宋先生的信任。老板，一切顺利，2位老板都没有意见，预计还有1周运输公司就能正式营业。宋明言挂断了刘豪的电话，苟富贵敲门走了进来。老板，这是厂里送过来的本月报表，你看一下。宋明言抬头看了一眼苟富贵橘黄色的脸，你的脸还没好呢。我去看过医生了，说是橘子吃多了，没事的，估计还得一段时间。谁让你吃那么多？在湘江采购好的物资，一箱一箱的装上车，刀疤鬼决定亲自跑一趟。路上小心点，不准乱来，到底能不能成，就看这一趟了。放心吧，已经找律师给大家讲过内地法律了。货车走文锦渡口岸，直接从湘江到达内地，一路通关过来，刀疤鬼一行人都是引人注目的存在。刀疤鬼总会跟着刘经理下来办理手续，一边看一边学习，一路还算顺利。当然，少不了路霸。他们一行人20辆车，普通路霸根本不敢拦。但很多偏僻的地方的村民基本上没有法律意识，有的甚至整个村子都是路霸。大家也有应对，遇到拦路抢劫立刻分工合作，加上人数不少，20辆车子60多人，且每人身上都有家伙，个个看着彪悍十足。这次拦住他们的路霸们正在犹豫。刘豪一看情况，大声地对周围喊：各位，我们人多，你们肯定吃不下。你们不晓得，我们湘江华通运输的司机都在湘江帮派混过，剃刀砍人是家常便饭。就算你们人比我们多，一番下来大家都讨不了好，好一点可能出点医药费，稍有不注意可能会出人命。这样我们拿一些东西留下来给你们，你们把路让开，如果同意的话就喊一声。刀疤鬼有些不情愿，他挥了挥手，几个小弟搬下来好几箱子的东西，沉默了大约10分钟左右，林子里突然传出一声哨鸣。多谢各位。大家迅速回到车上，赶紧走。一辆又一辆的货车从狭小的2山之间的天险通过。刘助理，我不是在质疑你，只是我们干什么要浪费好几箱的货物给他们？那些电器都不便宜，兄弟们个个都准备好了，把他们跟了。我知道陶老板手底下的人都不差事，但现在大家伙都是干正经事的，如果受了点伤，医药费是小事，耽误赚钱怎么办？来的时候我跟老板已经通过话，不耽误时间最重要。我们把地方记下，回头本地的公安就会过来，留下的货物都是证据，公安查到会还给我们，这叫舍小财赚大钱。宋先生会以外商的身份直接报警，加上物流公司也是湘江的，相信本地的公安在严打政策下一定不会漏掉这些人。刀疤鬼心中的不满顿时烟消云散，一路上和刘豪称兄道弟，车子一路到达齐州，浩浩荡荡的开进省里的卸货地点。第一次把货物卸下，又去绕了一圈周边市区，每到一处地点都会放下一些货物，同时也会顺便填补上一些农家产品。等开到南蓟县时，车子里从湘江带来的货物基本上清空，装载的都是农产品。南蓟的货全部卸完，刘豪带着刀疤鬼来向宋明言汇报情况。宋先生，这边的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真像你说的，我们把湘江的货物运过来能赚一笔，把农产品送回去还能赚一笔。多谢宋先生帮我们找到卖货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来卖，可能还会费一些时间。宋先生，您的恩情我刀疤鬼都记住了。这一路辛苦了，我让刘助理先给你们安排地方住下，你们可以在这里玩几天再走。不麻烦了，宋先生，我们先一晚上就回去。这一回刘豪没有再跟车，由聘请来的几个老师傅跟着，按照来时的路开回去。他们发现这一路竟然太平了不少，大型路霸团伙已经被打掉了，小型的根本扛不住他们。华2代手表正式上新，因为提前在报纸和电视台上打过广告，所以2代手表一上新就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各大专卖店围满了人，就连商店的手表柜台也全是人。阿全，快排到我们了！排到前面的小伙伴大声喊着。华2代手表表盘相较于1代扩大了一些，周围增添了一些设计感，整体风格较为酷炫。表盘不是单一的时间，里面做了分区，最大块的用于显示时间，上面小块的用于显示日期和星期，用手蒙上还能发光。这手表也太好了吧，就是比1代还要贵一些。你们看，这手表还能换表带呢。叫阿全的小伙伴想用手把表身从表带里抠出来，弄了半天也没成功。售货员见状，帮他们把表盘取了下来，还教了他们正确的取表盘方式。表带有各种颜色的，还有迷彩的、金属的，印有卡通图案的，还有手工编织的，可以自由选择搭配。为什么这些编织表带的手表更贵？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人工编织，手艺复杂，做工精细，跟机器做出来的不一样。每一条编织表带都蕴藏着制作者的心血，编织手表带数量有限，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得快一点选了。
原本他们还有些不以为然，听到数量有限，心头又着急了。任何东西限量的总是好的。老板，成了！第一天正式售卖就爆了。陈家俊在电话中语气兴奋不已。宋明言与他沟通了一下接下来的销售计划。南阳那一块虽然有冯松德帮忙铺货，市场也相对于湘江较大一些，但其实销售情况还不如湘江，主要还是没怎么宣传。你有空的时候帮忙看一下，但主要精力还是维持在湘江这一块。2代手表第一批货出口后，厂里的工人都在等消息。现在跟之前不一样了，春节过后没多久，厂里就开始了计件制度，工人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加提成，每人每个月几乎都能有60-70左右。如果再努力一点，月入100根本不是问题。刚开始实施时，大家心中还有些忐忑，想着厂子是不是不行了，但1个月下来，所有人心中都稳了。出口的事儿由陈家俊负责，内销的活由刘豪刘经理管理。刘豪升职了，从助理又变回了刘经理，工资从150直接涨到了300，在厂子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和宋明言汇报工作也十分方便。宋明言闲下来想问问外地铺货的情况，区县长便找到了他，两人找了一家小饭店坐下。最近开店的人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区县长看了一圈，发现饭店生意不错，他眼含笑意。多亏宋先生开了手表厂，手表厂把咱们整个南冀的经济都带活了。工人手里有钱就舍得花，这一花出去，其他人就有的赚，做小买卖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宋先生，我代表南冀人民感谢你。区县长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区县长言重了，如果不是你大力倾斜资源，恐怕厂子也做不到现在这样。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不管怎么说，整个南冀都应该感谢宋先生。前不久的手表带编制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了不少各街道的孤寡老人困难户啊。他从没怀疑宋明言的能耐，想要一台编织机器肯定能买来，长久的算下来肯定是买机器更划算，但他分给了县里的人制作。宋先生，说来惭愧，你帮助了我们这么多，可是外地铺货的事，我实在是没法子。7省没问题，外省也能多多少少让人卖点面子，但是海市和京城这2个地方实在没办法。这2块地方几乎代表了内地的流行趋势，一个是首都，一个是经济大城市。省里的领导也帮忙了，但人家不给面子，只答应给一个放货的地方，不愿意给专柜。这还是看在手表在湘江火爆的前提下，要不然2个地方的国营商店负责人根本不能搭理他，都不是一个部门的，谁管你啊？宋明言大概了解，这时候什么都要论资排辈，其实到后市也差不多，越是国营企业越是这样。多谢曲县长，我相信你肯定尽全力了，不能给专柜的话就暂时不在外地铺货了。华奥手表在湘江可是中上等的货，没理由来了内地反而成为了落灰的压箱货，连专柜都没有，卖出去平白贬低了档次。至于海市和京城代表内地流行风向，他们的风向不都是从国外从湘江传来的吗？完全不用担心。区县长以为他是志气，忙劝阻。宋先生，你别冲动，其实能帮忙铺货也不错，要是能卖得好，以后他们肯定能答应给柜台。区县长，我的货物并不缺人买，我不能为了卖货降低品牌的档次，就是浪费你的苦心了。区县长毫不在意，虽然他为此低声下气，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人帮忙，但在他看来，与宋明言对南冀的付出相比，这些都不值一提。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你的东西卖得越好，对咱们南冀也更好，能帮到的我肯定都会帮。生意上的事儿我懂得不多，但宋先生说了不需要，那就这样吧。宋明言点头，他心中盘算着，是不是得想办法开个自己的商超，要不然每次铺货都要通过身边人的人脉，既麻烦效率也不高，还得欠人家人情。开个商超，内地第1家，不仅能为各种货物提供销售处，还能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赚到大笔的声望值。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产品进入国内，掌握了销售渠道，对那些不讲究的还能下个绊子。宋明言越想越觉得合适，得好好计划一番。回到家里，宋明言想起他还攒了一波声望值，准备来一回大的。抽奖开始，恭喜宿主获得旧金山中型连锁超市 Global Neighborhood Market 环球邻里。环球邻里名字倒是不错。环球商超换主人的消息第一时间在旧金山传开，想和商超续签的各类商家都在想办法联系商超的新主人。环球商超在旧金山属于中型商超，虽然不如大型商超那么高端，但它数量多，是不容小觑的销售渠道，是旧金山居民最爱去的商超之一，大部分商家都得靠它卖货。是不是应该去一趟旧金山，学习一下开商超的经验？毕竟在国内开商超是为了自己掌握销售渠道赚取声望值，要是商超开一半倒闭了，多影响个人声誉。这时候的商超模式和后市可不一样，没有那么多摄像头，